格洛丽亚爬上高高的树枝，对着树下大声喊道：“快点跟上来！”他脚下一滑，一只皮鞋顺着树干坠落，精准地砸在了下方男孩的头上。约书亚捂着额头痛呼出声，他捡起掉落的鞋子，愤怒地抬头质问：“格洛丽亚，你绝对是故意的吧？”格洛丽亚发出一阵爆笑，他看着树下笨拙的男孩喊道：“约书亚，你真是太笨了！”他晃动着光着的脚丫，指着远方的景色继续催促：“快点爬上来啊！这里的风景真的很漂亮，教堂看起来就像蛋糕一样小。”约书亚死死抓着树干，他满脸无奈地劝阻道：“已经够了，快点下来吧。”格洛丽亚调皮地眨了眨眼，故意用挑衅的语气问道：“为什么不爬上来？帝国的皇太子殿下难道真的是个胆小鬼吗？”约书亚瞬间涨红了脸，他大声反驳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只是不喜欢高处，因为那里的空气太稀薄了。你还自称是贵族小姐吗？爬树这种行为可一点都不淑女。”格洛丽亚不甘示弱地反驳：“既然你这么说，为什么你不能像卡尔文那样表现得更像个绅士呢？他可从来不会说这种过分的话。”约书亚听后挑了挑眉，他晃了晃手中那只掉落的皮鞋：“哦，是吗？那你是不打算要这只鞋子了吗？”格洛丽亚气得在树枝上大喊：“快还给我！”一直静静坐在树下看书的少年缓缓合上了手中的书本。卡尔文满脸担忧地轻声提醒：“格洛丽亚，小心一点，掉下来会受伤的。”格洛丽亚低头看向温柔的少年：“没关系的，不用担心。作为贝特兰侯爵家唯一的女儿，我从出生起就承载着家族所有的期待。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沉浸在父母无尽的爱意中。”清晨的阳光洒进餐厅，父亲从身后轻轻拥抱住母亲：“早安，我美丽的侯爵夫人。”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：“早安，亲爱的。”看着父母如此深爱并珍惜着彼此，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也能像父母那样拥有一段充满真爱、没有谎言与欺骗的婚姻。我未来的丈夫一定是从小就陪伴在我身边的人，我们必须发自内心地信任彼此。格洛丽亚坐看着树下满脸通红的约书亚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他从树上探出身子：“我可以拉你一把，但你要快说谢谢。”格洛丽亚。约书亚看着眼前那只白皙的手，他红着脸小声回应道：“谢谢你。”他伸手紧紧回握住格洛丽亚，借力爬上了粗壮的树干，两人并肩坐在繁茂的枝叶间。“我们会坠入爱河，并永远在一起。我们是这世上最了解彼此的挚友，也是深爱着对方的恋人。”卡尔文独自坐在草地上，他正默默注视着树上亲密的两人，眼神中透着一丝落寞。就在今天，我那长久以来的梦想终于成真了。格洛丽亚身披洁白的婚纱，她手捧鲜花，站在神圣的礼堂中，任由幸福的微光将自己包围。台下的宾客们纷纷交头接耳，他们两个真是天生一对，听说他们从小就在一起了，简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。卡尔文牵起新娘的手：“我卡尔文·帕维斯发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永远爱我的妻子格洛丽亚。她就是那个将要与我携手共度余生的人。”格洛丽亚眼中泛起感动的泪光：“我亲爱的丈夫卡尔文。”卡尔文揽住她的腰肢，两人在漫天花瓣中深情拥吻。3年后，精致的茶杯里倒满了红茶，热气在华丽的宴会厅内氤氲开来。周围的名媛们压低声音议论道：“自从他被克莱夫夫人的那只恶犬咬伤后，就再也没出来散过步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可怜了。”其中一人突然话锋一转，神秘兮兮地凑近同伴：“嘿，比起那个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克莱夫夫人的丈夫竟然把情妇带进家里住了。”格洛丽亚静静地端起茶杯，她听着这些刺耳的八卦，脸上没有任何波澜。克莱夫伯爵一直是个花花公子，但这次也太过分了，完全不顾及正妻的尊严。另一人凑近了些：“我听说克莱夫夫人因为打击太大，当场就晕过去了。等她醒来后，现在正闹着要离婚呢。反正男人有情妇也是常有的事，为了这种事大吵大闹，难道她不知道离婚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吗？”格洛丽亚默默听着这些话，在贵族社会，离婚是一桩极其严重的丑闻，因为婚姻是建立在政治交易以及家族利益之上的，这与夫妻之间的感情或是幸福与否根本毫无关系。离婚意味着背叛婚姻，更意味着损害两个家族的共同利益。即便夫妻中有一方感到不满，只要另一方不同意，他们就永远无法逃离这段关系的枷锁。身旁的宗发名媛一脸羡慕地说道：“格洛丽亚，我真的很嫉妒你，你的家族地位显赫，还有一个像帕维斯公爵那样完美的丈夫，他可是出了名的疼爱妻子。”另一位名媛也跟着附和道：“没错，你大概是这里唯一一个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生活的人了。”格洛丽亚微微低头，发出一声礼貌而空洞的轻笑：“哈哈哈。”弗里达有些无聊地拖着下巴：“又是那些陈年旧事吗？难道你们就没有什么新鲜的消息吗？”他调皮地向身边的格洛丽亚眨了眨眼。席间的一位名媛放下了茶杯：“新鲜事？如果非要说的话，现在全城不都在传那一件事吗？皇太子的军队马上就要抵达京城了，不是吗？等他归来之后，一定会举行盛大的凯旋庆典，到时候他还会获得丰厚的赏赐吧？”约书亚。格洛丽亚听到这个名字，脑海中浮现出那个金发男孩的身影。名媛们凑在一起，兴奋地议论着：“皇太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听说他非常受欢迎，甚至在帝国各地都有私生子。”另一人压低声音补充道：“他从小就被派往北京镇压魔兽，所以几乎没人见过他的真容。”弗里达突然伸手搂住格洛丽亚，得意洋洋地大声宣布：“你们不知道吗？格洛丽亚可是皇太子的青梅竹马。”格洛丽亚被吓得差点打翻茶杯，她急忙出声阻止：“弗里达，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吗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格洛丽亚垂下眼帘，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之中。因为双方父亲的关系很好，从我有记忆起，我和约书亚
就一直在一起玩耍。约书亚是皇帝唯一的儿子，也是帝国最耀眼的皇太子，一个在所有领域都出类拔萃的天才。在我们的学生时代，他与卡尔文并称为永恒的双杰，但在我眼里，他一直是个幼稚的男孩，总是以捉弄别人为乐。茶会上的名媛好奇地问道：“既然你们是青梅竹马，那现在还经常联系吗？”格洛丽亚猛地回过神来，昏暗的走廊里，两人发生剧烈争吵。一只破旧的小熊玩偶孤独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。格洛丽亚端着茶杯，挤出一丝苦涩的微笑。事情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们只是小时候在一起玩过。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。一名女仆端着餐盘走近，夫人。精致的餐盘被缓缓揭开，诱人的草莓塔与奶油蛋糕散发着甜香，名媛们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叹：天哪，看起来真是太美味了！女仆快步走到格洛丽亚身边，夫人，公爵大人到了。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卡尔文披着华丽的白色长袍，嘴角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。各位女士日安，冒昧打扰各位了。作为赔礼，我特意带了一些甜点过来。卡尔文转过身，自然地走到格洛丽亚身后，双手温柔而坚定地搭在她的肩上。格洛丽亚已经出来很久了，虽然很抱歉打扰了各位的兴致，但我今天是专程来接她的。现在我可以带走格洛丽亚了吗？名媛们被他深情的目光彻底俘获，他们忙不迭地连声应和：“当然可以，请便。”格洛丽亚在众人的注视下站起身，卡尔文揽住格洛丽亚的肩膀，带着她穿过华丽的宴会厅。格洛丽亚侧过脸，静静地注视着身边的男人，眼神中透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动摇。华丽的马车在林间小路上疾驰，卡尔文拿起一件厚实的外套，轻柔地披在格洛丽亚肩上。气温好像下降了，你穿得这么淡不会感冒的。今天过得怎么样？玩得开心吗？格洛丽亚沉默不语，只是紧紧攥着肩上的外套。卡尔文垂下眼帘，语气中多了一丝沉重。看来你已经听说了他要回来了。格洛丽亚抬起头，卡尔文，关于那件事，你考虑好了吗？卡尔文微微一怔，哪件事？格洛丽亚深吸一口气，目光坚定地直视着对方说道：“当然是离婚。”卡尔文微微一怔，目光落在了格洛丽亚的耳畔，他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拨弄着那枚蓝色蝴蝶耳坠。你的耳坠什么时候换了？我亲爱的公爵夫人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爱打扮了？格洛丽亚皱起眉头，这跟我们要谈的事情有什么关系？卡尔文猛地将格洛丽亚按在座位上，是为了约书亚吗？格洛丽亚愤怒地挣扎着大喊：“别再胡乱猜测了，我跟约书亚没有任何关系。”卡尔文的情绪彻底失控，你是因为约书亚要回来了才想跟我离婚的，对吧？格洛丽亚的手腕被他攥得生疼，他痛苦地皱起眉头，好痛，快住手！格洛丽亚猛地扇向卡尔文，他愤怒地喊道：“别把责任推给别人，我之所以提出离婚，是因为你出轨了。没错，是你先背叛了誓言。在别人眼里，卡尔文是个完美的丈夫，可事实却是他背叛了这段婚姻。”马车轮碾过路面滴碎时，车厢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卡尔文被打偏的侧脸还带着红印，他缓缓勾起嘴角，露出了一个诡异而轻蔑的微笑。他握住格洛丽亚的手，低声哀求：“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，但是我绝不会和你离婚。”格洛丽亚惊恐地瞪大双眼，卡尔文死死扣住她的食指，想让我放你走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深夜的公爵府邸灯火通明，卡尔文在走廊叫住了前方的人：“格洛丽亚，等等！”他停下脚步，回头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卡尔文神色犹豫地低声说：“我们分房睡已经3天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搬回来？”格洛丽亚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“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。我现在只想让你和我离婚。”他正要转身离开，却被身后的男人猛地抱住。卡尔文将头埋在他的颈窝，声音颤抖着哀求道：“求你不要再折磨我了，我真的无法再忍受下去。我发誓再也不会去见那个女人。”格洛丽亚垂下眼眸，语气没有一丝波澜：“卡尔文，破镜难圆，你还记得我们在婚礼上交换过的誓言吗？我已经无法再信任你了。我现在想要的只有离婚，仅此而已。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因为你的背叛，我的爱和这段婚姻都已经变成了一场可怕的闹剧。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”卡尔文。卡尔文独自站在昏暗的书房里，目光落在了书架下方的抽屉上。他缓缓拉开沉重的木门，里面整齐地堆放着大量信件，每一封都完好无损地封存着。你真碍眼。他颤抖着手拿起其中一封：“我希望你永远消失，像你这样的人就该死在战场上。”深夜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寂静的卧室里，格洛丽亚穿着单薄的白色睡裙，独自坐在华丽的靠背椅上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。女仆端着托盘走近：“您这几天看起来非常疲惫，是因为和公爵大人吵架了吗？”格洛丽亚微微侧过头，沉默地看向身后的女仆。格洛丽亚接过水杯，女仆轻声问道：“是因为皇太子殿下快要回来了吗？明明那时候你们两人的关系那么亲密，可他竟然连一句告别都没有，就那样离开了。”格洛丽亚低头看着杯中晃动的液体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最后一次见到约书亚的时候，那是在约书亚生日那天。他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礼物，语气中充满了嫌恶：“真丑，我最讨厌兔子了。”格洛丽亚强撑着笑意解释道：“这不是兔子，这是我要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其实这原本是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。”约书亚发出一声冷哼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想叔叔和婶婶肯定也不想要这种丑玩偶，所以他们才一直没有回来吧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无法理解那天约书亚为何会如此冷酷。我不是卡尔文，没法像他那样用甜言蜜语去讨好别人，那种陌生的感觉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一样。没错，如果你不是皇太子。”格洛丽亚终于忍无可忍，大声吼道：“谁会想
和你这种性格恶劣的人做朋友。约书亚愣在原地，显然没料到他会如此失控。格洛丽亚愤怒地冲上前，既然你觉得丑，那就把它还给我，快点滚回家去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刺耳的撕裂声响起，原本精致的布偶被生生扯破，洁白的棉花四散飞溅，残破的玩偶掉落在冰冷的地板上。格洛丽亚呆呆地站在原地。就在那个夜晚，噩耗如同梦魇般降临，前往边境的父母遭遇了魔兽群，双双失去了生命。巨大的冲击让格洛丽亚彻底崩溃，她病倒在床，意识在黑暗中不断沉沦。格洛丽亚紧闭双眼，在痛苦的昏迷中呢喃着：“妈妈，爸爸。”女仆一边更换湿毛巾，一边泣不成声地祈祷：“小姐，请一定要好起来，公爵和夫人已经不在了。如果您再出事的话……”医生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如果高烧一直不退，就算是我也无能为力了。现在只能祈求上天保佑。”女仆绝望地抓住医生的衣袖：“您在说什么啊？请一定要救救小姐！”格洛丽亚费力地睁开眼：“我要死了吗？”在漫长而混沌的昏迷中，她能感觉到有人一直守在床边，细心地照料着自己。那个人影坐在黑暗中，声音颤抖着哀求：“你绝对不能死！”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：“格洛丽亚，快点醒过来吧！听安妮说，整整过了2个星期，我才终于恢复了意识。”格洛丽亚费力地睁开双眼，耳边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：“你醒了吗？”卡尔文正手在床边紧紧握住格洛丽亚的手：“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”格洛丽亚虚弱地轻声问：“卡尔文？”卡尔文垂下眼帘，语气中带着后怕：“连医生都好几次想要放弃了，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的心跳都要停止了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”格洛丽亚注视着他的脸：“一直守在我身边的人是你吗？”卡尔文沉默片刻后回答：“是的，父母的过世一定让你深受打击，但请不要担心，无论何时，只要你需要帮助，我都会永远留在你身边。”格洛丽亚垂下眼眸：“卡尔文，谢谢你。”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那约书亚呢？他有来看过我吗？”卡尔文的眼神暗淡下来：“约书亚已经离开了，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那样走了。”格洛丽亚难以置信的呢喃：“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”几天后的墓园阴雨连绵，黑色的雨伞像沉默的墓碑。他弯下腰，将一束白花轻轻放在石碑前。就在我失去双亲的时候，约书亚也消失了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。一只手突然伸过来，稳稳地握住了他的手心。格洛丽亚有些迟疑地抬起头，卡尔文眼神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卡尔文的话并不是谎言，只要你需要帮助，我都会永远留在你身边。漫天飞舞的报纸上赫然印着令人揪心的消息：远征北境的骑士团遭遇魔兽袭击，皇太子的生死至今不明。在那之后，每当我陷入痛苦的深渊，卡尔文却始终守在身旁。我的父母当年也是死于那些恐怖魔兽的袭击，如果约书亚真的战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卡尔文将格洛丽亚拥入怀中：“相信我，约书亚不会死的，我确定他一定能挺过来。”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卡尔文成了我最信任的人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些事情。虽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但我以前从未仔细观察过卡尔文的脸，他的五官竟然如此生动，无论是温柔的神情，还是疲惫的模样。一旦开始在意，没过多久我就彻底沦陷了。我的感情自然而然的从好感转变成了爱，我们成了恋人，然后结为夫妻。婚后的卡尔文依然如故，不，他甚至变得更加体贴。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婚姻生活。我曾深信不疑，我们的爱已通过婚姻得到了圆满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这一切全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某天深夜，在昏暗的更衣室里，格洛丽亚提着微弱的灯火，在深夜的更衣室里翻找。她突然停下了动作，目光死死盯着丈夫的衣物。这是格洛丽亚颤抖着伸出手，从卡尔文的衣服口袋里翻出了一枚精致的白色花朵饰品。这是谁的东西？格洛丽亚拎起那只耳环，仔细端详。这只耳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到底是谁的东西？脑海中浮现出那个身影，是卡尔文的秘书沙伦·凯尔。第二天公爵府邸，沙伦接过耳环，笑着说：“这确实是我的耳环，非常感谢您。”格洛丽亚注视着眼前的女人。卡尔文警告我不要留下任何痕迹，但沙伦拖着下巴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：“我是故意把她留在那个容易发现的地方，就为了等您找到她的这一刻。”格洛丽亚听着对方的挑衅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卡尔文为什么要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背叛我？难道他对我有什么怨恨吗？明明他曾经是那么深爱着我。格洛丽亚咬紧牙关反驳道：“你在撒谎，卡尔文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。”沙伦发出一声轻笑：“你对他真是一无所知啊！你见过卡尔文真正的面目吗？”格洛丽亚愣在原地。真正的面目？沙伦掩住嘴唇，语气中充满了嘲弄：“你该不会以为我和卡尔文是最近才开始的吧？”他缓缓俯下身子，贴在格洛丽亚耳边低语：“整整3年的时间，你难道一次都没有怀疑过吗？”格洛丽亚，你还真是个迟钝的人啊！格洛丽亚如坠冰窖，身体僵硬的无法动弹。从3年前就开始了，在那一瞬间，所有美好的回忆全部崩塌，彻底变成了一场笑话。这简直是最大的笑话。那个沉浸在虚假幸福中毫无察觉的自己，竟然如此天真可笑。这3年来的一切，难道都只是逢场作戏吗？脑海中闪过卡尔文的身影，他曾经的温柔，他给予的爱意，难道全都是精心编织的谎言？与此同时，首都郊外，一只鹿正悠闲地啃食青草，浑然不知远处的草丛中，一支利箭已悄然搭在弦上，瞄准了他的心脏。利箭破空而出，精准地贯穿了鹿的身体，鲜血瞬间溅落在草地上。周围的士兵们发出一阵欢呼：“不愧是殿下，您的剑法真是一如既往的精准。”另一名部下拎起猎物：“太棒了，
今晚我们可以吃烤鹿肉大餐了。这段旅程大家都辛苦了，今晚一定要吃个饱，再好好睡一觉。约书亚骑在白马上，缓缓收起手中的长弓。一名士兵快步走近，恭敬地向约书亚汇报：殿下，我们刚刚猎到了一头野猪，分量足够让所有人饱餐一顿。约书亚听完汇报，微微点头示意。他看向忙碌的营地，大声命令：立刻生火，今晚就在这里原地休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周围的士兵们兴奋地欢呼起来：太棒了，今晚终于有肉吃了！篝火在黑夜中噼啪作响。一名部下伸了个懒腰，说道：很快就能回到都城了，真想舒舒服服泡个热水澡，彻底放松一下。另一人咬了一口烤肉：我一定要去酒馆连续痛饮个3天3夜。一名士兵压低声音问道：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次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赶路？这一趟可真是够呛。一名部下悄声猜测道：殿下大概是有了想要立刻见到的人吧。约书亚侧过头，目光深邃地望向远方。深夜的圆月高悬在林梢，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。他独自坐在岩石边，伸手探入怀中，取出了一个精巧的小物件。那是一个圆滚滚的布偶。学生时代，在那间冰冷的生物解剖室里，卡尔文正神色淡然地摆弄着实验台上的白兔。他一边准备注射器，一边说道：如果父亲允许的话，我其实很想养一只兔子。格洛利亚站在一旁，有些好奇地问道：为什么呢？不远处的约书亚回过头，沉默地注视着两人的交谈。卡尔文伸手抚摸着那只瑟瑟发抖的兔子，因为它们足够听话，会一直乖乖待在我的身边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会完全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格洛利亚露出惊讶的神情：难道你连养一只兔子的自由都没有吗？卡尔文垂下眼帘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落寞。父亲说，兔子是软弱的女孩才会养的动物。格洛利亚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安慰道：别灰心，我相信你总有一天能养一只的。卡尔文微微一怔，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不远处的约书亚目睹了这一切，他沉着脸发出一声冷哼，眼神中充满了不悦。1个月后，贝特兰侯爵府，格洛利亚坐在华丽的壁炉前，正低头专注地摆弄着手中的针线。约书亚从走廊尽头走来，格洛利亚正专注地缝制着那个形状奇特的小布偶。约书亚走到他身后：这是兔子吗？你是打算把它送给卡尔文吗？格洛利亚猛地回过头，看到来人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哎呀，被你发现了呢！他献宝似的举起手中的布偶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它可爱吗？约书亚看着少女纯粹的笑脸，目光却逐渐变得冰冷。他沉默了片刻，语气生硬地回答道：真丑，我最讨厌兔子这种东西了。格洛利亚愣在原地，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。他有些委屈地垂下头，小声地辩解道：可是这是我准备送给父亲和母亲的礼物。约书亚愣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。原来是这样吗？为了掩饰内心的局促，他撇过头去说出了更加刻薄的话：既然如此，叔叔和婶婶肯定是因为不想要这么丑的娃娃才一直不回来的。笨蛋，我到底在胡说什么？格洛利亚歇斯底里地大喊道：你最差劲了，我讨厌你，你这个卑鄙的欺负人的坏蛋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约书亚僵在原地，那个被精心缝制的小布偶无声地掉落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棉絮散落一地。当晚皇宫大殿，约书亚猛地站起身，难以置信地吼道：你说什么？传令官丹西跪地，低着头沉声汇报：据报，贝特兰侯爵夫妇在边境遭到了魔兽的袭击，不幸双双遇难。格洛利亚小姐因为受惊过度发起了高烧，目前正卧床不起。约书亚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冷汗顺着额角滑落。格洛利亚，你在哪里？他猛地推开沉重的房门，在大厅里声嘶力竭地呼喊着。卧室内，格洛利亚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她紧闭着双眼，呼吸急促而沉重。约书亚愤怒地转过头：快去把最出色的医生找来！阳光穿透云层，照耀着静谧的侯爵府邸。约书亚颓然地趴在床边：格洛利亚，不要死，求求你！格洛利亚，快点好起来吧！约书亚守在床边，无意间在格洛利亚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本陈旧的日历。他伸出手轻轻翻开了那一页，日历上的3号被红笔圈起，旁边端正地写着：约书亚的生日，回来完成那个布偶。约书亚猛地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颤。那个掉落在地上的布偶正静静地躺在枕边，那是送给我的礼物吗？我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。约书亚捂住双眼，泪水顺着指缝无声滑落。门外的骑士低声喊道：殿下，有人想要见您。约书亚没有回头，声音沙哑地问道：什么事？北境发生了叛乱，陛下因为忧心过度，旧疾再次复发了，请殿下立刻回宫主持大局。约书亚的瞳孔骤然收缩，骑士走上前继续劝说道：我们明白您担心格洛利亚小姐，但宫中积压的公务必须由您亲自审批。女仆也在一旁轻声附和：医生说小姐的病情已经好转，接下来的护理就交给我们吧，请殿下放心回宫。约书亚沉默地站起身：等我回来，我很快就会回到你身边。他走到桌前坐下，拿起羽毛笔在纸上飞快书写：亲爱的格洛利亚，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你的病应该已经好转了。首先我想向你道歉，我不知道那个布偶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我却无理取闹地发了脾气，对不起，那时我对你太刻薄了，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你父母遭遇的意外确实很悲惨，但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我已经决定随叔叔前往边境，去平定那里的叛乱，这是我的职责，所以我必须离开。我会心怀感激地收下这份礼物。每当我看着这个布偶，就感觉你好像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在那片冰天雪地里，我会一直思念着你。如果你也能偶尔想起我，我会感到无比幸福。请原谅我不告而别，请一定要等我回来。爱你的约书亚。时光在指尖悄然流逝，转眼已是7年后。寒风呼啸着掠过北境雪山，
在一片肃杀的营帐中，约书亚正伏案疾书。格洛丽亚，这些年来我从未间断，一直不停地给你写信，那些寄出的信件始终没有等来回音，为什么你从来不回信？难道你还在为那天的事一直生我的气吗？营帐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名传令兵猛地掀开帘幕，大声喊道：“京城出大事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快点说清楚！”传令兵气喘吁吁地报告：“帕尔维斯公爵的儿子要和贝特兰侯爵的女儿结婚了。”原来是这种事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约书亚下意识攥紧了手中的信纸。月光清冷地洒在营帐外，约书亚独自站在月色下，望着远方寂静的夜空。格洛丽亚，现在的你过得幸福吗？他垂下眼帘，掩盖住眸中翻涌的情绪。我真的好想见你。华丽的宴会厅内，宾客们正低声交谈。他出发去打仗的时候还是个调皮的孩子，身旁的同伴示意他晋升。另一名贵族男子说道：“皇室很久没举办这么盛大的宴会了。”那是当然，皇太子殿下正从北方凯旋，他在那片严寒之地与凶残的魔兽厮杀，整整待了10年，不是吗？宴会上的贵族继续说道：“听说他好几次都在最后关头死里逃生，他一定每天都和士兵们一起刻苦训练。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调皮的孩子了。”一辆装饰华美的马车缓缓停在宴会厅正门前，周围的贵族纷纷侧目。格洛丽亚优雅地走下马车，粉色长发在阳光下格外耀眼。卡尔文神情肃穆地守在她身侧，你的美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不转睛。格洛丽亚低头看向一件卡尔文自己设计的裙子，从袖口精致的刺绣图案到层层叠叠的华丽褶边，她完全按照我的要求，完美地呈现了每一个细节。他抬起头，由衷地向他致谢：“谢谢你的细心照顾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件礼服。”卡尔文伸手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臂。格洛丽亚停下脚步，疑惑地回头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卡尔文顺势靠近他，压低声音解释道：“我不想让别人发现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。在宴会期间，你能对我微笑并和我聊天吗？如果人们产生误解，传出什么流言蜚语，那一定会伤害到你，我实在无法忍受那种事。”格洛丽亚垂下眼帘，掩盖住眼底的冷意。明明你才是那个伤我最深的人，现在竟然还能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种话。卡尔文看着他冷淡的侧脸，张了张嘴，最终只能陷入沉默。格洛丽亚神色冷淡地回答：“没关系，我也不希望别人窥探我的私事。”卡尔文听后垂下眼帘，脸上闪过一丝落寞。两人并肩步入华丽的宴会厅。天哪，这竟然是公爵大人亲手设计的吗？真是太棒了！格洛丽亚，你真是太幸运了，我好羡慕你。卡尔文露出体贴的微笑。你们一定要找时间来家里坐坐。格洛丽亚亲手做的甜点非常美味，贵妇欣然应允。好的，一定去。格洛丽亚沉默地端着酒杯，目光在人群中搜寻，最近怎么都没看到沙伦的身影，难道他们分手了吗？他看起来似乎很后悔，我甚至开始怀疑，离婚真的是明智的决定吗？卡尔文走到他身边，轻声叮嘱道：“我去和那边的人打个招呼，你先在这里等我。”他转身走向人群，留下格洛丽亚独自站在原地。周围突然传来了细碎的议论声：“天哪，竟然有人和帕维斯公爵夫人穿着一模一样的礼服！这种独特的款式，怎么会发生撞衫这种事？”格洛丽亚心中一惊，猛地转过头去，在如此重要的宴会上，撞衫简直是最糟糕的情况了。沙伦正穿着那件如出一辙的紫色礼服，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。听说沙伦小姐是帕维斯公爵夫人的远亲，这么一看，两人确实长得有些相像。沙伦提着裙摆走近，故作惊讶的眼唇道歉：“天哪，真是抱歉，我完全没想到你今天竟然也会穿这件衣服。”格洛丽亚冷冷地看着他，他看着格洛丽亚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炫耀：“卡尔文，我以为他只为我设计的，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可你看起来似乎对此感到很愉悦。况且像你这种男爵家的女儿，本就不该出现在这种级别的宴会上。”沙伦听后不仅没有羞愧，反而露出了得意的微笑：“是卡尔文亲手把邀请函交给我的。”他压低声音，语气中充满了挑衅：“只要是我提出的要求，他从来都不会拒绝。哪怕是曾经显赫的贝特兰家族，在你的父母去世后，也早已名存实亡了。如果你没有帕维斯公爵夫人的头衔，根本没资格踏入这座宏伟的大厅。”格洛丽亚死死攥紧酒杯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就在这时，大厅前方传来了司仪高亢的宣告声：“授衔仪式现在开始，皇帝陛下驾到！”原本嘈杂的会场瞬间变得肃静。跟在陛下身边的那个男人，难道就是约书亚皇子？他猛然睁大双眼，约书亚，竟然真的是他！沙伦提着华丽的裙摆，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你的胆量还真是大得惊人，这一点我倒是挺佩服你的。约书亚披着深红色的披风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气势威严地走过红毯。约书亚停下脚步，目光在人群中不断搜寻。身边的随从轻声问道：“殿下，您是在找什么人吗？授衔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您一步。”约书亚沉默片刻，最终收回了视线。走吧。格洛丽亚站在原地，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。卡尔文察觉到了他的异样，伸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怎么了？是身体不舒服，觉得累了吗？约书亚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皇帝面前，单膝跪地，语气恭敬而坚定：“陛下。”卡尔文站在台下，目光冰冷地注视着那个备受瞩目的男人。皇帝俯视着眼前的皇子，声音在宏伟的大厅内回荡：“约书亚皇子在战争的考验中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与智慧，守护了帝国的荣耀。为此，朕将这把剑赐予你，以此表彰你的卓越功勋。”约书亚伸出双手，郑重地接过那柄象征荣誉的长剑。他横握长剑，大声宣誓：“我约书亚道兰在此向帝国宣誓效忠，定将誓死捍卫皇室的尊严与荣耀。”
我愿赌上性命，守护着一切。我将誓死保卫国家，抵御一切外敌入侵。为了确保帝国的子民永不再受战争之苦。他缓缓将长剑竖在面前，双手紧握剑柄，闭上双眼，陷入了短暂的沉静。约书亚猛然睁开双眼，这就是我在神灵面前许下的永恒信念。约书亚目光穿过喧嚣的人群，准确地落在了那个身影上。格洛利亚仰起头，与他的视线撞在一起。约书亚嘴角勾起一抹极浅的弧度。格洛利亚猛地攥紧胸口，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。他下意识松开了原本挽着卡尔文的手。格洛利亚提着裙摆走向远处。约书亚猛然瞪大双眼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前方。卡尔文面若冰霜，金棕色的眼眸中透着寒意。格洛利亚独自站在窗边。约书亚他真的回来了。即便如此，他是什么时候长得这么高大了？不过仔细想想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毕竟已经过去了10年。卡尔文察觉到他的异样，伸手扶住他的肩膀问：怎么了，格洛利亚？自从受制仪式之后，你就一直心不在焉的。典礼已经开始了，你为什么要偷偷溜走？是因为时隔许久再次见到约书亚而动摇了吗？他微微眯起金棕色的眼眸，还是说你正沉浸在过去亲密的回忆里，感到多愁善感呢？格洛利亚惊愕地倒吸一口凉气。远处的约书亚正环顾四周，似乎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。你一直都在期待这场重逢不是吗？格洛利亚猛地挣扎起来，快住手！你以前和他明明也一样亲近。约书亚的身影出现在走廊尽头，正一步步向两人走来。卡尔文并没有松手，反而顺势牵起他的手。约书亚停下脚步，好久不见了，格洛利亚。格洛利亚微微垂下眼帘，提起裙摆，优雅地行了一礼。是的，皇太子殿下。约书亚看着他客气而生疏的模样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卡尔文微笑着走上前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竟然已经10年了。我们两个都变了不少呢，但唯独你依然是那个受人敬仰的英雄。无论是在学生时代，还是在那个血汗交织的残酷战场上，你始终都是如此。在过去的10年里，我和我的妻子没有一天不再为你祈求平安。约书亚听闻此言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。是吗？卡尔文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。那是当然，骗子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保持着那副沉稳冷静的姿态。可即便已经成年了，那些儿时的小习惯却依然一点都没有改变。约书亚察觉到了他的视线，下意识抬起食指轻刮脸颊，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晕。格洛利亚脸颊泛起一阵微红，她的目光炽热的让人无法直视。约书亚凝视着眼前的少女，在那个徘徊于生死边缘的战场上，是想要再次见到你的决心，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。心跳声在耳边剧烈回响，仿佛要跳出胸膛一般。卡尔文一脸阴沉地看向格洛利亚，他带着得意的笑意说道：没错，我们当时确实邀请你参加婚礼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没有出席？虽然收到了那份贺礼，但我对你的缺席感到非常失望。约书亚垂下眼眸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场盛大而刺眼的婚礼。在众人的欢呼与祝福声中，格洛利亚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正深情地与卡尔文拥吻。那一幕如同利刃，狠狠扎进他的心底，让他几乎无法呼吸。约书亚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，他转过身逃离了现场。那时的我远在边境，整日忙于战事，根本无法抽身。说实话，听说你们结婚的消息时，我真的很惊讶。格洛利亚垂下眼眸，掩盖住眼底的落寞。为什么？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在我最痛苦的那几年里，只有卡尔文一直守在我的身边。约书亚猛地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的震惊。他为我付出了很多，甚至在我徘徊于生死边缘时，一直是卡尔文在照顾我。够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卡尔文突然出声打断。约书亚当时也是身不由己，毕竟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。卡尔文不由分说地揽住他的肩膀向外走去。失礼了，格洛利亚，我们去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。约书亚独自伫立在华丽的灯火下，沉默地注视着两人离去的背影。卡尔文拽着格洛利亚的手，快步穿过长廊，来到露台。格洛利亚猛地甩开他的束缚。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？你刚才简直要被他的眼神给吸进去了，不是吗？他烦躁地抓乱了额前的碎发。我受不了你和他待在同一个空间，哪怕只有1秒钟也受不了。格洛利亚静静地站着，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。卡尔文皱起眉头质问道：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格洛利亚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让你的妻子和情妇穿一模一样的裙子，你的品味还真是不同寻常。卡尔文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这绝不可能，那件礼服是独一无二的，只属于你一个人。格洛利亚并没有理会他的辩解。就在刚才，我亲眼见到了你的那位情妇，她身上穿着和我完全一样的衣服。卡尔文猛地冲上前，死死抓住他的肩膀，喊道：我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。为什么？你就是不肯相信我，所以我才不想让你和他碰面。格洛利亚眼神中却充满了厌恶。住口！你只是在利用约书亚为自己找借口。约书亚，约书亚，我再也不想听到那个名字。格洛利亚垂下眼帘，语气中透着深深的失望。卡尔文，你真的变了。现在的你，甚至比多年未见的约书亚更让我感到不可理喻。卡尔文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，他猛地扇向格洛利亚：闭嘴，不许再提那个名字。格洛利亚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惊住。曾经那双温柔拥抱我的手，如今却将我的心彻底撕碎成片。眼前的男人早已不再是记忆中那个体贴温柔的丈夫，或许从一开始他就不是我以为的样子。卡尔文浑身颤抖着，眼神中充满了惊惶与悔意。他语无伦次的道歉：对不起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约书亚猛然冲上前，狠狠一拳砸在卡尔文脸上。格洛利亚惊恐的
捂住嘴巴。卡尔文被打得踉跄倒地，格洛丽亚尖声喊道：“卡尔文！”约书亚死死攥住腰间的剑柄，你竟然敢动手打格洛丽亚！卡尔文狼狈地跌坐在地，眼中满是惊骇。格洛丽亚突然冲上前，双手死死按住约书亚的手，阻止他继续拔剑。约书亚低头看向他，原本狂暴的气息瞬间凝固。格洛丽亚注意到远处的人影，快走！要是被那些人看见就麻烦了。约书亚死死盯着地上的男人，眼底压抑着狂暴的怒火。偏偏是这种事，真不敢相信，你竟然敢对格洛丽亚动手！约书亚转过头，看着格洛丽亚红肿的脸颊，问道：“他以前也这样暴力对待过你吗？”格洛丽亚眼神躲闪，没有，你不需要害怕，告诉我实话。格洛丽亚急切地喊道。约书亚随从走上前，低声劝道：“殿下，这件事还是让公爵夫妇亲自解决比较好。”格洛丽亚垂下眼帘，声音颤抖地请求道：“请你现在就离开吧，如果你继续干涉下去，只会让我在这里变得更加难堪。”约书亚最终收回了视线，在随从的陪同下，转身消失在华丽的舞池尽头。弗里达急匆匆地跑过来喊道：“格洛丽亚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皇太子殿下的脸色看起来非常糟糕。卡尔文在不远处缓缓站起身。弗里达看到格洛丽亚脸上的红印，他指着卡尔文怒斥道：“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！”卡尔文脸色苍白，神情慌乱地试图开口：“格洛。”弗里达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，护送着格洛丽亚转身离开。周围的贵族们纷纷侧目，压低声音窃窃私语。听说公爵夫妇从小就和皇太子殿下关系亲密，但公爵在那两人身边总显得有些多余。如果皇太子当初没去边境，事情的结果会不会完全不同？谁知道呢？他们三个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是越来越复杂了。随从急忙上前，低声问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您还好吗？”卡尔文轻咳一声，整理好凌乱的衣襟，回答道：“我没事。”他转过身，张开双臂，安抚道：“刚才只是个小小的误会，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，继续享受舞会吧。”夕阳的余晖被夜色吞没，卡尔文独自躲在寂静的角落，无力地靠在冰冷的墙边。他痛苦地攥紧发丝，将脸深深地埋进膝间。深夜的帕维斯公爵府邸，已经凌晨1点了，他为什么还没回来？这全都是你的错。年幼的卡尔文沉默地坐着，低头承受着母亲毫无道理的迁怒。看着你这副不像男人的脸，就让我感到恶心。就是因为你，他才总是在别的女人家里过夜，甚至还敢那样轻视我。他猛地挥动手臂，将餐桌上的盘子和食物狠狠扫落，餐具碎裂的声音在餐厅回荡。年仅8岁的卡尔文缩在椅子里，被吓得浑身颤抖。你这个被诅咒的孩子，为什么你一句话都不说？他狠狠甩出一记耳光。卡尔文被打得侧过脸去，母亲的急躁，那随时都会崩溃的精神状态，正一点点将我蚕食殆尽。卡尔文惊恐地跪在地上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母亲突然瘫坐下来，紧紧抓着他的肩膀哀求：“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”母亲紧紧搂住卡尔文：“我亲爱的宝贝儿子，我竟然那样咒骂你，一定是恶魔附身了。”母亲泪流满面的哀求：“原谅妈妈吧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了，我亲爱的卡尔文。”最终他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卡尔文颤抖的手指按在琴键上，手背早已布满淤青和血痕。母亲挥动细长的木棍，狠狠抽向他的手背，并怒吼：“不是哆来咪发嗦，是哆咪发嗦，为什么你连这么简单的旋律都弹不好？”卡尔文低着头，不敢出声，只能任由木棍一次次落下。母亲再次猛力抽打他的手背：“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你才明白？是哆咪发嗦。”他高高举起木棍，尖叫：“哆咪发嗦！我曾立下庄严的誓言，绝不要变成像他那样的成年人。”母亲面目狰狞地咆哮着：“你到底要让我失望多少次，你才肯罢休？”随着与母亲相处的时间越长，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本能。无论我多么努力，那种努力得不到回报的无力感始终紧紧缠绕着我。每当我感觉自己快要崩溃时，只能强行用理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自我。然而，我竟然对格洛丽亚动手了。卡尔文死死盯着自己颤抖的右手，我伤害了我最深爱的人，这和我亲手推开格洛丽亚又有什么区别？卡尔文咬紧牙关，泪水顺着脸颊无声的滑落。沙伦急促地呼唤着：“卡尔文，你还好吗？”沙伦伸手扶住他的肩膀说：“我一直在找你，刚才发生的一切我都听说了。”他猛地侧过头，避开了那道充满关切的视线。卡尔文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问：“你这身衣服是从哪弄来的？”沙伦面对他的质问不发一语，真是愚不可及。卡尔文猛地挥动手臂吼道：“多亏了你，我彻底得罪了格洛丽亚。格洛丽亚现在误会我，甚至开始讨厌我，全都是因为你。”沙伦轻声呢喃着：“我很好奇，我们之中谁才是那个傻瓜？”他伸出双手捧起卡尔文的脸：“那个女人从一开始就压根没打算相信你。”卡尔文凝视着近在咫尺的他，眼神中透出一丝疲惫与挣扎。“我受够了。”他猛地挥开那双温热的手：“我们到此为止吧。”沙伦眼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卡尔文痛苦地捂住额头：“我不能没有格洛丽亚，我要彻底和你断绝关系，把她重新赢回来。”沙伦温柔地伸出手，轻抚着他那道泛红的脸颊，说：“如果格洛丽亚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看到你这样歇斯底里的丧失理智，你真的觉得她会像我这样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吗？”卡尔文的瞳孔猛然收缩。沙伦继续安抚道：“你现在只是太累了，没关系的，只要好好休息一下，你就会冷静下来。这也许是药物的副作用，所以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而且，你仔细想想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能为你弄到这种药呢？”卡尔文虚弱地靠在他的肩头，沙伦紧紧搂住他的腰身。“卡尔文，没有那个东西，你根本活不下去，我们再也无法分开了。”在弗里达的宅邸内，弗里达猛地拍案而起，
难以置信的尖声惊呼：“你说什么？他竟然和秘书搞外遇！这简直太荒谬了！我一直以为卡尔文是这世上最温柔、最忠诚的男人，他怎么可能出轨？”格洛丽亚轻轻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。我刚听说时也很惊讶，但这就是事实。我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卡尔文不同意离婚，他一直口口声声说还爱着我。弗里达听后发出一声冷哼，双手抱在胸前，愤愤不平。他在舞会上当众打了你的脸，现在居然还有脸说爱你，他简直是疯了！我绝对支持你离婚，那个男人的名声就该被踩进泥潭里，让他彻底身败名裂。你必须尽快离开那个卑鄙的小人，一个会对妻子动手的男人根本不值得留恋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你都一定要摆脱他。格洛丽亚垂下眼帘，弗里达的话比任何人的都要更有说服力。弗里达曾经是社交界最光彩夺目的吉尔摩伯爵夫人，然而在私底下，吉尔摩伯爵只是把美丽的妻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。弗里达在人群中越是出众，他就越是感到烦躁不安，甚至会为了宣泄暴力而随便找借口对他拳脚相向。吉尔摩伯爵攥紧拳头，对着倒在地上的妻子怒吼道：“你竟敢到处勾引男人，简直不知廉耻！那段婚姻非常短暂，但我后来才知道，弗里达在那段日子里每天都在拼命的忍耐。然而，就在某一天，意外突然降临了。吉尔摩伯爵从高高的楼梯上毫无预兆地滚落了下去，他的耐心终于耗尽，沉重的法锤猛然落下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。弗里达，吉尔摩，鉴于你将丈夫推下楼梯，并导致其永久性残疾的罪行，你被判处在地下监狱服刑6个月。服刑期满之后，弗里达的丈夫立刻提出了离婚。曾经簇拥在他身边的贵族们，如今只会在背后指指点点。她现在可是个罪犯，真是个可怕的女人，竟然把自己的丈夫害得无法走路。她以为能爬进上流社会，结果还是回到了原点，这都是她自找的。弗里达对婚姻彻底死心，她再也没有选择结婚。弗里达开始流连于各种酒会，整日与围在身边的单身贵族们尽情的享乐消遣。或许正是因为经历过那些，弗里达才会变得如此强大。她有些局促地低下头说道：“抱歉，我不该说他是个卑鄙的人。”格洛丽亚轻轻摇晃着酒杯，神色淡然地回答道：“没关系，最近我也开始对他有这种感觉了。说起来，皇太子殿下刚从战场回来，他看起来既热情又积极，明明已经很久没见面了，我却在他面前展现出了如此狼狈的一面。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的大脑现在一片混乱。”弗里达神采奕奕地劝慰道：“一直消沉下去对身体可不好，让我们向那个出轨的男人复仇吧。”格洛丽亚猛地抬起头，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。要怎么做？黑市后巷的化妆舞会俱乐部。格洛丽亚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来到这种地方。酒精的作用让她感到阵阵眩晕，可弗里达却一直在旁边怂恿。弗里达兴奋地挥着手喊道：“那么现在让我们去往新世界吧。”格洛丽亚有些紧张地扶住面具，额角渗出一丝冷汗。化妆舞会俱乐部是帝国著名的娱乐场所，贵族们常在这里秘密享受浪漫的游戏。这里不仅隐私极度，安全氛围也十分优雅，因此在贵族阶层中拥有极高的人气。格洛丽亚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所谓的复仇，难道就是去找个情人吗？”弗里达笑着摇晃手中的酒杯：“没错，以牙还牙才是最好的回击，这绝对会让卡尔文大吃一惊。”格洛丽亚陷入了纠结，真的可以这样做吗？甚至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起作用。弗里达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弗里达微笑着解释道：“我偶尔也会来这里，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，大闹一场总能让头脑清醒。”格洛丽亚陷入了沉思，如果卡尔文知道这一切，是否也会露出痛苦的表情？一定要让他为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。一只手却突然伸了过来，不由分说地握住了他的指尖。“晚上好，我有荣幸问候这位迷人的女士吗？”格洛丽亚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一时间竟有些语塞。弗里达看着格洛丽亚局促的样子，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。格洛丽亚有些羞恼地说道：“别笑了，快教教我，在这种地方该如何保持优雅。”弗里达止住笑声，语气轻快地回答道：“遵命，我的大小姐。”与此同时，在俱乐部外阴暗的后巷里，气氛却截然不同。约书亚披着厚重的黑色斗篷，戴着遮住半张脸的面具，正带着随从穿过狭窄的巷弄。这种肮脏的地方真的会有线索吗？身旁的随从低声解释道：“是的，他们表面上经营宠物生意，实际上只有特定的熟客才会被带往这处地下市场。根据帝国法律，私自交易魔兽是被严令禁止的。真的有人会饲养这种袭击人类的怪物吗？”随从点了点头，回答道：“他们会挑选外形最华丽的魔兽，卖给贵族充当昂贵的摆设，甚至将其作为药剂或珠宝的原材料。真没必要去理解那些有钱人的品味。”约书亚突然停下脚步，压低声音呵斥道：“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潜入调查？如果这么想被抓，不如干脆再大声一点。”随从吓得立刻低头：“抱歉。”后方的几名部下见状，凑在一起小声嘀咕起来：“殿下今天的心情真是糟透了。自从发现帕维斯公爵有外遇后，他就一直是这副样子，千万小心别惹火了他。”随从神色紧张的低声说道：“情况不妙，我们被发现了。那些人是黑市商人雇佣的兵力，如果殿下的身份在这里暴露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”约书亚冷静地观察着局势，果断下令道：“先分散撤离。”随从们齐声应答，随即迅速消失在阴影中。全副武装的雇佣兵封锁了出口，领头的人大声吼道：“给我搜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！”那个领头的家伙穿着一身黑。约书亚加快脚步，靴子在石板路上发出急促的声响。
前方出现了一扇沉重的雕花大门，透出微弱的灯光。他顾不得许多，猛地推开大门闯了进去。华丽的舞池中灯影摇曳，宾客们戴着面具尽情欢愉。约书亚穿梭在人群中，伸手拦住了一名路过的侍者。侍者被这股气势所震慑，结结巴巴地开口欢迎。约书亚从怀中掏出一袋沉甸甸的钱币，我再找一样东西。约书亚低头看着自己暴露的衣着，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千万不要在这里遇到熟人。他有些局促地站在舞池边缘，试图用手臂遮挡胸前，一只手突然伸过来轻触他的胸膛。弗里达带着戏谑的笑意走近，语气轻佻地说道：“你来这里一定是想寻找最特别的买家吧？不过你这身打扮对他人的心脏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。那个发色看起来好眼熟。弗里达，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嘛。”弗里达娇嗔着抱怨，他那戴着黑色蕾丝手套的手依然不安分地在他胸前游走。抱歉了，这个声音绝对是格洛丽亚。约书亚猛然僵在原地，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男人挽着格洛丽亚的手臂，小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呢？虽然今晚的客人都很出色，但似乎没有一个能入你的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格洛丽亚轻轻叹了口气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是他们都没能让我心动，好想回家。弗里达看穿了他的局促，格洛丽亚，你来这里可不是为了买鞋的，再放松一点吗？格洛丽亚透过面具的缝隙，不安地环视着四周。就在他抬头的瞬间，目光穿过层层人群，撞上了约书亚的眼眸。那个男人，难道他是个露体狂吗？他看起来像一只张开羽毛的孔雀，但那双眼睛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弗里达兴奋地拉起他的手，指着那个方向说道：“听说那边坐着一位人气极高的红人，我们也过去看看吧。”够了，弗里达！格洛丽亚停下脚步，语气中透着一丝疲惫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不想再继续找下去了。他径直走向吧台，在圆凳上坐了下来。这里有酒吗？弗里达有些惊讶地跟了过去。又要喝酒吗？好吧，反正我也渴了，那就陪你喝一杯。格洛丽亚抓起酒瓶，对着瓶口猛灌了一大口。明明那么鄙视卡尔文的出轨，结果我自己却跑到这种地方，想要找什么情人，真是个笑话。所以说婚姻这种东西根本毫无意义，如果没有这些束缚，我们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爱情。格洛丽亚单手托腮，眼神因酒精而变得迷离。曾经以为爱情开花结果后就是婚姻，至少过去我是这么深信不疑的。弗里达摇晃着手中的酒瓶，我觉得婚姻就像一场赌博，谁也无法保证对方会永远爱你。所以说婚姻不过是束缚女性的枷锁罢了。我真是个笨蛋，当初为什么没有考虑得更周全一些？格洛丽亚痛苦地闭上眼睛，身体无力地瘫倒在吧台上，被那一瞬间的幸福蒙蔽了双眼，从未深思过未来的代价，才落得如今这般田地。约书亚坐在不远处，微微皱起眉头，他们到底在聊些什么？听不太清楚他们在说什么。喂，这里可不是什么小酒馆。弗里达猛地夺过酒瓶，别再喝了，大家都在看着呢。格洛丽亚迷迷糊糊地抬起头，视线越过喧闹的人群，落在了远处的约书亚身上。那个男人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盯着我，真大胆。弗里达伸手扶住他的肩膀，你真的已经选好舞伴了吗？就是那个男人，我中意他。身旁的男子调侃道，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呀？格洛丽亚坚定地回答，我决定了。弗里达看着约书亚，露出满意的微笑，不错吧？他径直走向约书亚，打扰一下。一名棕发女子抚摸着约书亚的脸庞，你是今晚的舞者吗？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那个，跟我来吧，今晚你只为我一个人跳舞。弗里达在远处冷眼旁观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身边的男伴解释道，那位女士是这里的常客，看来她看上那个男人了。咦，格洛丽亚呢？格洛丽亚猛地冲上前去，打扰一下，我已经先约好这个人了。约书亚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，格洛丽亚。棕发女子不甘示弱地喊道，我出1000萨利斯。格洛丽亚猛地举起手，1500。女子咬牙继续加码，2000萨利斯，外加我身上任何一个你想要的戒指。周围的男人也跟着起哄，嘿嘿，这下胜负已定了吧？这种机会可不多见啊。弗里达急忙拉住格洛丽亚，格洛丽亚，到此为止吧，你今晚身上根本没带多少现金。格洛丽亚沉默地垂下眼帘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她缓缓伸出手，轻柔地抚摸着约书亚的胸膛，你会选择我吗？格洛丽亚屏住呼吸，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，他为什么不说话？难道是打算拒绝我吗？格洛丽亚的心跳渐渐沉了下去，也对，像我这样鲁莽又傲慢的人肯定会被讨厌吧。他正准备失落地收回手，约书亚却猛地伸出手，死死扣住了他的腰身。我的心已经被你偷走了，今晚我是属于你的。那名棕发女子气愤地转身离去，哼，真是浪费时间。我不需要钱，我只想和你共度今晚。格洛丽亚愣在原地，心跳声在耳边剧烈回响。华丽的宴会厅内灯火通明，约书亚推开房门，叫住了经过的侍者。这位女士有些醉了，能拿些解酒的东西来吗？侍者恭敬地低下头答道，明白了，请您稍等片刻。房门被轻轻合上，侍者端着托盘走近，将冒着热气的杯子放在桌上，说，解酒要送来了。格洛丽亚端起杯子，将略显苦涩的液体一饮而尽，感觉好多了，竟然要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共处一室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他懊恼地扶住了额头。约书亚走到他身后，低声问道，清醒一点了吗？希望你不会后悔。格洛丽亚沉默地看着窗外，事到如今只能和他共度这一晚了。他转过身，我正好有一件很衬你的裙子，这套衣服是你特意为我准备的吗？如果我现在改变主意呢？
约书亚轻咳一声，避开了他的视线，答道：“这里的规则是，一旦选定了舞伴，就不能更改。”格洛丽亚拖着下巴，隔着面具打量眼前的男人，他比想象中更有魅力，不是吗？这双眼睛的颜色……格洛丽亚伸手摘下了自己的面具，她笑着提议道：“既然我已经摘了，你为什么不也把面具摘掉？”约书亚下意识地后退半步，“不，我就不必了。”格洛丽亚有些不满地追问：“为什么？明明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，难道连你的真面目都不能看一眼吗？”约书亚微微俯身，看不见的话，不是反而更有神秘感吗？这一刻似乎变得更加刺激了。我有太多关于你的事情想知道了。格洛丽亚有些局促地站在原地问：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约书亚伸手撩起她垂落在肩头的粉色发丝：“你为什么要来化妆舞会俱乐部？”格洛丽亚的脸颊泛起一阵红晕。每个来这里的人目的不都一样吗？为什么要特意问这个？约书亚并没有退缩，反而凑得更近了一些。我想知道你究竟在追求什么？约书亚环抱住格洛丽亚，如果我知道你的目的，服侍起来也会更容易，不是吗？他的指尖顺着他礼服的边缘，在背部若有若无的游走。你是在追求肉体上的欢愉？格洛丽亚猛地屏住呼吸，脸颊因羞赧而变得通红。约书亚将她搂得更紧了一些。还是说你想要一个能排解孤独，并倾听你真实心声的伴侣？我会满足你的一切愿望。我到底在说些什么？格洛丽亚垂下眼帘，轻声回答道：“都不是。我来这里的理由是，因为我想向那个伤害过我的人报仇。反正他并不知道我是谁，只说这么多的话，应该没关系吧？”约书亚陷入了沉默，面具下的眼神变得深邃而复杂。换句话说，你其实还爱着那个人，对吗？爱？格洛丽亚脑海中浮现出卡尔文的身影。那个背叛了我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还会爱他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这恐怕就是事实。为了伤害那个人的自尊心，自己竟然做出了这种蠢事。约书亚注视着沉默的他，为什么不说话？格洛丽亚，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感受。他伸手按住他的胸膛，停止这场提问游戏吧，我不想谈论私事。约书亚垂下眼帘，掩盖住眼底一闪而过的落寞。对不起，是我问的太冒昧了。格洛丽亚感到莫名的熟悉，这种冷峻而疏离的表情，简直和那个平时的他一模一样。格洛丽亚突然愣在原地，发出一声疑惑的轻哼。约书亚察觉到他的异样，怎么了？他伸手摸向自己的后颈，说：“脖子后面突然好痒，好像还有点刺痛。”他神色紧张地凑近，拨开他脑后的粉色长发，说：“让我看看。”格洛丽亚忍受着后颈的刺痛，有些困惑地低声说：“刚才明明还好好的。”约书亚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啊，难道是？他仔细观察着杯底的残渣，说：“里面肯定加了橘子皮，这种瘙痒是对柑橘类的过敏反应。”格洛丽亚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，约书亚神色焦急地扣住他的下巴：“你现在必须立刻吐出来！”格洛丽亚还没反应过来，温热的手指已经探入他的口中，他惊恐地瞪大双眼喊道：“什么？”他拼命挣扎着想要推开他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约书亚丝毫不肯松手：“吐出来，你马上就会舒服点，再忍耐一下，拜托了。如果放任不管，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严重。不，还是必须让医生检查一下才行。”他不由分说地伸出手，猛然将格洛丽亚横抱在怀中。他颤抖着声音问道：“你是约书亚？”约书亚浑身一僵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。格洛丽亚猛地伸手推开他的胸膛，他却根本不打算给他逃避的机会，猛地伸出手，指尖精准地扣住了那张金色面具。约书亚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他下意识地向后退去，他脚下一滑，身体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床边，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倒去。格洛丽亚顺势俯身压了上去，两人一同跌入了柔软的床上。空气在这一刻仿佛彻底凝固，他有些失神地俯视着身下的男人。约书亚僵硬地仰躺着，面具下的脸颊早已被绯红占据。格洛丽亚彻底揭开了那张金色面具，他压低声音冷冷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格洛丽亚，快点，我们需要治疗你的过敏。格洛丽亚拍开他的手：“如果是过敏，很久以前就治好了。我17岁时，卡尔文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名医。”约书亚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的红晕。那么你刚才说很痒的时候，是在试探我吗？他愣在原地。格洛丽亚冷笑一声，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：“你也撒谎了不是吗？皇太子殿下，还是说我该叫你脱衣舞者？那套衣服是你亲口说适合我的对吧？你故意穿成那样出现在我面前，是在戏弄我吗？”约书亚面红耳赤地别过头，急促地否认道：“不，我只是来调查涉及魔兽的非法交易，中途发生了意外，为了隐藏身份才不得不冲进这里。我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吸引你的注意。”格洛丽亚被他突如其来的靠近吓了一跳。约书亚凝视着那张近在咫尺的脸庞，心中泛起一丝苦涩。难道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玩弄感情的花花公子吗？约书亚轻声唤道：“格洛丽亚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。”格洛丽亚疑惑地抬起头：“是什么？”约书亚沉默了片刻：“你幸福吗？”卡尔文有情妇，是他的秘书沙伦·凯尔。格洛丽亚的身体微微一僵，她缓缓垂下眼帘，声音平静得让人心碎：“我知道。”约书亚猛地睁大眼睛，声音因为震惊而微微颤抖：“即便如此，你还是不打算离开卡尔文吗？那样的男人根本配不上你。”格洛丽亚神色冷淡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那件事的？”约书亚垂下眼帘，在阳台那件事之后，我让部下调查了一下，如果他连我和卡尔文之间的冲突都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，那么他看我的眼神一定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吧？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魅力，事情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约书亚猛地抬高了音量，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愤怒：“
你在胡说什么？那根本不是真的。格洛丽亚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他。约书亚猛地伸出手，死死按住格洛丽亚的肩膀。我认识的格洛丽亚绝不是那种会这样否定自己的人。格洛丽亚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惊住，约书亚没有退缩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你比任何人都更有魅力。”格洛丽亚愣在原地，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说。你以前不是经常对着镜子这么夸奖自己吗？格洛丽亚提着裙摆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感叹道：“今晚的我比任何人都漂亮，毕竟我要去参加一场非常重要的舞会。”约书亚在一旁捧着脸，顺着他的话夸奖道：“凭借这种美貌，其他女士都会相形见绌吧？”他听出对方语气里的调侃，有些无奈地反问道：“你夸人的时候就不能不带那种讽刺的口吻吗？”约书亚恭敬地弯下腰说：“请原谅我，我的小姐，那只是当时的剧本，不是吗？”格洛丽亚猛地回过神，羞红了脸，大声喊道：“别提小时候的事情了，真是太丢人了。”约书亚压低声音，温柔地问：“那么我的小姐，我该如何侍奉您？今晚您想让我扮演什么角色？”格洛丽亚屏住呼吸，脸颊瞬间变得滚烫。约书亚微微一笑，向他伸出手提议道：“作为恋人如何？”格洛丽亚神色凝重：“约书亚，我现在完全没有开玩笑的心情。实话实说，我打算和卡尔文离婚。”约书亚收起笑意，神情严肃地确认道：“你已经决定好了吗？”格洛丽亚垂下眼帘，语气坚定地回答：“是的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声音里透出一丝疲惫。但卡尔文那个人现在正固执地拒绝离婚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约书亚忍不住怒斥道：“这简直太荒谬了！那个出轨的骗子根本没有权利束缚你。”约书亚陷入了短暂的沉思，随后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异常坚定：“我会为你处理好这一切。”格洛丽亚惊讶地抬起头：“你要怎么做？我家族拥有的权势远超你的想象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试探：“即使你是皇太子，也没办法歪曲法律，强行让我离婚吧？”约书亚听后沉默不语，他盘腿坐在床铺上，单手托着下巴，陷入了深沉的思考。格洛丽亚看着他，眉头紧锁：“现在该怎么办？一直以来都是自尊心在作祟，让我无法坦率地开口。为什么当年他要那样不告而别？为什么整整10年，他连一封信都没有寄过？”格洛丽亚垂下眼帘，眼神中充满了落寞。“我只是想知道那个藏在心底的答案。”格洛丽亚坐在床边，紧紧攥住胸口的衣襟，事到如今只能孤注一掷了。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猛地抬起头喊道：“约书亚！”约书亚被这突如其来的称呼惊住。“什么？”咚咚咚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打破了屋内的寂静。一名披着紫色斗篷的男人神色焦急地在门外喊道：“殿下，您在里面吗？我是奥利弗。”房门被猛地推开，“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。”听说有个高个子男人被一名女性带进了这个房间，然而当他看清屋内的人影时，脸上的神情瞬间凝固。“等等，公爵夫人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格洛丽亚被这突发状况吓到，下意识地躲在约书亚身后。约书亚面色阴沉，上前一步挡住对方的视线。“到底什么事？”披着斗篷的男人神色匆忙，语气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。“是的，我们有进展了，我们找到了黑市商人的藏身处，必须在黎明前采取行动。”约书亚听闻此言，有些歉疚地看向格洛丽亚：“抱歉，我现在必须走了。”格洛丽亚体谅地点了点头：“没关系，快去吧，但是请务必小心。”约书亚点了点头。约书亚正要转身离开，却在门口猛然停下了脚步。“在我走之前，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”格洛丽亚有些无奈地抱起双臂：“你最近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”约书亚神情肃穆：“这是最后一个，在这整整10年的时间里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你有没有想起过我？10年前贝特兰侯爵府，约书亚来拜访了吗？”卡尔文神色复杂地垂下眼帘，语气中透着一丝沉重：“约书亚走了，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。”格洛丽亚如遭雷击：“这不可能！”卡尔文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起初也不敢相信，但他昨天早上就带着随从离开了。算算时间，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去北方边境的路上。”格洛丽亚猛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惊恐与错愕：“北方边境？你在撒谎！他绝不可能连个口信都不留，就这么一走了之。”卡尔文沉默地垂下眼帘，金棕色的眸子里满是哀伤。格洛丽亚眼眶通红，泪水在眼角不停地打转。“那信呢？难道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留下吗？”卡尔文轻轻握住他的手，语气中充满了歉意：“不，对不起，真的什么都没有留下，他走的实在太匆忙了。”格洛丽亚无力地捂住脸庞，滚烫的泪水顺着指缝无声滑落。“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走的那么绝情？”格洛丽亚伏在床边泣不成声：“你这个笨蛋，快给我回来！现在就给我回来！”在那之后，日子在漫长的等待中流逝。女仆推开房门，轻声唤道：“小姐，有您的信件。”格洛丽亚猛地站起身，眼中闪过一丝希冀的光芒。“每当有信件寄达，我总是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那是来自约书亚的消息。”格洛丽亚颤抖着指尖，翻开一封又一封信件，但我渴望的那个名字始终没有出现。就这样，整整10年过去了，甚至连一句简单的回音都不曾有过。在这漫长的10年里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哪怕只有一次？格洛丽亚愣在原地，他竟然就这样突然出现，还问出这种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他垂下眼帘，遮住眼底的慌乱，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是的，躲在暗处的奥利弗倒吸一口凉气，紧张地攥紧了斗篷。天啊，他竟然真的问出口了！约书亚猛地跨出一步，将格洛丽亚死死锁在怀中。他在他耳边低声呢喃：“后天我们在城郊的那棵树下见面吧。”格洛丽亚靠在他的肩头，有些迟疑地反问道：“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去？”约书亚
微微侧过脸，语气笃定地回答：“因为我才是那个最想让你从卡尔文身边解脱出来的人，我会一直在那里等你，直到你出现为止。”格洛丽亚怔怔地望着他，大脑因这番冲击而陷入空白。约书亚决然地转身走向走廊尽头，格洛丽亚扶着冰冷的墙壁，望着约书亚远去的背影。如果被卡尔文发现我私下和约书亚见面的事，他一定会严厉地审问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公爵府邸内一片死寂，卡尔文蜷缩在沙发里，死死攥住格洛丽亚的衣袖。卡尔文，这声呼唤将他拽回了那段阴暗的童年。年幼的卡尔文总是独自坐着，耳边充斥着同龄人的讥讽：“嘿，你为什么总是孤身一人？是讨厌和我们待在一起吗？别这么没礼貌，你应该叫他公爵大人。毕竟在他父亲的葬礼上，他母亲可是亲口说过，从现在起你就是帕尔维斯家族的支柱。你妈妈知道堂堂公爵大人在学校连一个朋友都交不到吗？”格洛丽亚提着裙摆大声喊道：“我叫你停下！约书亚，你这个笨蛋！”话音刚落，约书亚手中的皮球便脱手而出，狠狠砸在了不远处正独自看书的卡尔文头上。约书亚慌忙跑过去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不躲开啊？”卡尔文揉着被砸痛的额头，有些局促的低声回应：“没关系，你是卡尔文对吧？”“没错，真是太及时了。老师要求3人一组进行活动，我们刚好还差一个人。”卡尔文愣在原地，格洛丽亚在远处招手喊道：“约书亚，你还在那里磨蹭什么？”约书亚伸出了右手问道：“要和我们组队吗？”卡尔文有些迟疑地抬起头，金棕色的眼眸中透着一丝惊讶。约书亚有些别扭地转过脸：“别误会，我可不是想和你交朋友，只是老师说过，如果人数不够的话会被扣分。”两只年幼的手在阳光下交叠，卡尔文猛地从睡梦中惊醒，他急促地喘息着。卡尔文猛地从床边站起身：“格洛丽亚，你整晚都去哪了？我一直在这里等你，你到底是和谁在一起？”卡尔文死死盯着他的眼睛，语气愈发冰冷：“别告诉我又是为了那个男人。”格洛丽亚微微垂下眼帘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暧昧画面。他避开了卡尔文探究的视线，语气平淡地回道：“我只是去了弗里达家，在你做了那些事之后，真的还有权利来审问我吗？”卡尔文被问得僵在原地，原本强硬的气势瞬间崩塌。他颤抖着伸出手，指尖轻柔地抚过他的侧脸：“还疼吗？”“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抱歉。”格洛丽亚别哭了，如果现在哭出来，他一定会以为我们之间还有挽回的余地，可是眼泪根本停不下来。卡尔文松开了手，深深地低下了头：“对不起，你不需要原谅我，我会把这件愚蠢的错事刻在心里一辈子，作为对我余生的惩罚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那件礼服真的是专门为你设计的。”格洛丽亚冷淡地看着他：“现在才说这种话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”卡尔文垂下眼帘：“我知道你现在无法相信我，更不可能原谅我，但我有一个请求。”他猛地伸出手，死死捏住格洛丽亚的下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阴鸷的占有欲：“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男人身上，你知道我在说谁对吧？”格洛丽亚被迫仰起头，对上那双充满压迫感的眼睛：“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，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话，昨晚你并没有和他在一起。”卡尔文突然俯下身子，将格洛丽亚死死按在怀里，舌头贴上她的颈肩，贪婪地汲取着那抹幽香。格洛丽亚惊恐地瞪大双眼，猛地推搡着对方的胸膛。卡尔文并没有松手，他那双金棕色的眼眸中翻涌着毫不掩饰的欲望。“格洛丽亚，我想要你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亲近过了，不是吗？”卡尔文的手指猛地用力，死死扣住格洛丽亚的腰身，他埋手在她的颈窝，贪婪地呼吸着那抹香气。“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好想念你的体温和味道，我觉得自己快要失控了。”卡尔文的手顺着肩膀滑落，粗鲁地扯开那层薄薄的衣料，露出格洛丽亚白皙的肌肤。“卡尔文，等一下，快住手！我说住手！”他猛地发力推开对方，两人之间拉开了距离。卡尔文愣在原地，神情显得有些恍惚。格洛丽亚低头整理凌乱的衣襟：“昨晚我喝的太多了，现在身体不太舒服。”他沉默地注视着少女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格洛丽亚捧起冰凉的水，用力泼在脸上，试图洗去心头的烦乱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竟然差点被动摇了。2天后，皇室会议厅内气氛肃穆，主持会议的官员环视四周，沉声说道：“今天召集各位是为了讨论近期猖獗的魔兽非法贸易问题。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，皇室是否应该颁布新的法令？帕维斯公爵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卡尔文站起身，神色严峻地看向王座：“陛下，魔兽非法贸易已成顽疾，绝不能仅仅止于没收资产。我认为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惩罚，甚至应当考虑死刑。”会场陷入了一片死寂，贵族们面面相觑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“我反对。”约书亚微微抬起下颌：“严厉的刑罚只会让交易转入地下，增加调查的难度，甚至诱发调查人员的腐败。既然边境贸易最为活跃，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封锁边境，从源头上切断走私货物的流入。”约书亚发出一声冷笑：“你考虑过这会造成的贸易停滞吗？这种提议只会损害帝国的利益。”约书亚单手托腮，目光冰冷地审视着对方：“听说你有很多商人朋友，难道这影响了你的判断吗？你该不会是想为了商人的利益，就置公民的安全于不顾吧？”卡尔文一愣：“你这是血口喷人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”他急忙转向长桌尽头的皇帝：“陛下，不如我们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，来负责这项检查工作。与其彻底封锁边境，不如对可疑货物进行随机抽检。”约书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“原来如此，这样一来，帕维斯家族的生意就不会受影响了。你也能向外界证明自己确实在努力解决问题。”卡尔文被堵得哑口无言，
额角渗出一层冷汗。够了，都给我住口！皇帝猛地拍案而起，愤怒的吼声在会议厅内回荡。你们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想再听这些毫无意义的争吵了，直接投票表决吧。随着投票结果尘埃落定，官员们陆续起身离开会议厅。空旷的长桌两端只剩下卡尔文与约书亚相对而坐。卡尔文拿起桌上的文件站起身。如果是猎杀魔兽的比赛，我想赢的人一定会是你，但在制定法律这种事上，看来还是我更胜一筹。卡尔文压低声音讥讽道：“格洛利亚说他想和你离婚。”约书亚猛地拍向桌面，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：“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他？”卡尔文脸上的一瞬间凝固：“你是怎么知道那件事的？”约书亚眼神冰冷地注视着他：“你藏起来的那个情妇，我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。如果你还有哪怕一点良知，就该立刻同意离婚。”卡尔文死死咬住牙关，脸色在阴影中显得阴晴不定。他沉默了许久，突然伸手理了理凌乱的发丝：“给您添麻烦了，殿下。”卡尔文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挑衅的寒光：“不过这是我和妻子之间的私事，我希望外人不要随意插手。”卡尔文死死攥紧拳头，狠狠砸向身旁的墙壁。那两个人，我早就知道他们在私下见面。格洛利亚竟然敢骗我！阳光穿过繁茂的树叶，洒在静谧的庄园小径上。格洛利亚独自走在花园里，手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一朵白花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在她绿色的裙摆上洒下细碎光斑。明明是约书亚主动约我见面的，为什么他还没到？肩膀上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触感。格洛利亚疑惑地回过头，一只手已经温柔地抵在了他的唇边。约书亚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身后，他看着受惊的女孩，嘴角勾起一抹灿烂而温柔的弧度。格洛利亚有些不满地鼓起脸颊：“真是的，我等了你好久。”约书亚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：“抱歉，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国务会议，非要皇太子出席不可。”他无奈地笑了笑：“就算我想调调也办不到，真是太麻烦了。”格洛利亚斜着眼看向他：“你这是在跟我炫耀吗？”约书亚走到那棵粗壮的大树旁，伸手抚摸着粗糙的树皮。这棵树以前有这么矮吗？感觉我现在能轻而易举地爬到顶端。格洛利亚眼中流露出温柔的神色：“那是因为你长大了。”约书亚。微风拂过繁花盛开的草地，格洛利亚与约书亚并肩而坐，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。“你连部下也一起带过来了吗？”约书亚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他们只是在附近放哨。格洛利亚微微皱起眉头：“我们为什么需要放哨？”约书亚转过头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：“卡尔文一直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，所以我们也该有所防备。”格洛利亚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：“什么？”卡尔文绝不会做出那种事的。约书亚冷静地叮嘱道：“无论如何，这都只是为了以防万一。”格洛利亚垂下眼眸，这几天的冷静思考，关于如何达成离婚，我想到了3种方法。首先就是让卡尔文回心转意，变得能够沟通协商。格洛利亚垂下眼帘，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。虽然想到了方法，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第二种是申请家暴离婚，如果丈夫对妻子动武或造成伤害，就能以此为由强制分开。约书亚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。如果他真的敢那么做，我会亲手把他撕成碎片。格洛利亚神情落寞地摇了摇头。第三种是普通诉讼，但那种官司往往遥遥无期，一旦陷入其中，离婚就会变成一场无止境的折磨。约书亚收敛了杀意，转过头看向身边的女孩：“这些都只是太寻常的手段了，不是吗？我们需要一种策略，让他不得不主动同意离婚。”格洛利亚抬起头，有些迷茫地追问道：“那我们该怎么做？”约书亚微微一笑，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：“你觉得卡尔文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？”格洛利亚陷入了沉思。帕维斯公爵最想维护的，恐怕就是他那完美公爵的形象吧。格洛利亚若有所思地低下头：“确实如此。”约书亚竖起一根手指，语气变得愈发犀利：“试想一下，如果他与沙伦·凯尔的关系被公之于众，到那时，他苦心经营的模范丈夫形象会瞬间崩塌，并陷入排山倒海般的舆论谴责中。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下，他将别无选择，只能乖乖同意离婚。”约书亚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：“然而，我深刻担心你的名誉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牵连。”格洛利亚微微抬起头，脸上浮现出一抹释然的微笑：“没关系的，我并不在意那些，只要能安全离婚，名誉受损对我来说并不是大问题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阵急促的破空声突然从草丛中传来，他猛地转过头，眼中充满了疑惑。约书亚也瞬间警觉起来，刚才那事还没等格洛利亚反应过来，他已经眼疾手快地伸出手，精准地抓住了那个飞速移动的白影。一只兔子被拎在半空，该不会这就是卡尔文派来的部下吧？兔子无辜地眨着眼睛，格洛利亚捧着脸惊呼：“好可爱！”格洛利亚气愤地冲上前：“你怎么能对这么可爱的兔子做出这么粗鲁的事？”约书亚无奈地反驳：“我根本没用力，是他在夸大痛苦。”格洛利亚突然愣住了，指着兔子的后腿说：“约书亚，你看，这小家伙受伤了。”他低下头仔细查看，发现白兔身上确实有血迹，于是改用双手温柔地托起他，说：“看来是刚从猎人的追捕中死里逃生。”格洛利亚撕下布条，轻声安慰着怀里的白兔：“再坚持一下下就好。”约书亚俯视着他的动作说：“那样做是没用的。”他疑惑地抬起头。约书亚蹲下身子，指着兔子颤抖的后腿说：“这家伙的腿骨折了。”约书亚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，得用这个固定住，否则伤势会继续恶化。格洛利亚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你怎么知道他骨折了？”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靠近他，伸手稳住了兔子的身体，就这样按住他。“我来缠绷带。”“没错，就这样保持住。”格洛利亚注视着他熟练的动作。
你不是说过自己讨厌兔子吗？约书亚下意识地反驳：“谁会说这种话？是你说的。”约书亚的脑海中瞬间闪过儿时的画面，那个被扯坏的玩偶，以及两人在走廊里对峙的冷漠背影。两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。约书亚深吸一口气，迅速缠好最后一圈绷带。好了，这样就行了。格洛利亚小心翼翼地将包扎好的白兔抱在怀里。待会儿我会让奥利弗找个兽医再给他看看。格洛利亚仰头望着他，眼神中透着一丝惊讶。他竟然一眼就看穿了伤势，甚至连包扎的动作都像专业人士一样熟练。是因为在那样的战场上独自厮杀了太多年吗？格洛利亚垂下眼帘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心疼。那一定是一段非常可怕的经历吧？约书亚微微侧过头，脸上写满了不解。你在说什么？格洛利亚抬起头，注视着他的眼睛，解释道：“我是指你在北境边境对抗过的那些魔兽。”约书亚愣了一下，神情瞬间变得凝重。啊，在我至今为止遇到的所有事物中，确实没有比那些家伙更残暴、更冷酷的生物了。所有从北境活着回来的士兵，至今仍被噩梦折磨着，奥利弗也不例外。格洛利亚紧紧抱着怀里的兔子，神色紧张地问：“那么你也曾面临过那样的危险，或者受过很重的伤吗？”约书亚垂下眼帘，语气平静的令人心碎。九死一生的时刻多得数不清，哪怕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。格洛利亚愣愣地注视着他，眼中满是心疼。约书亚察觉到气氛过于沉重，突然换上一副灿烂的笑脸。反正我最后还是平安回来了，别再聊这些不愉快的话题了。格洛利亚没有回应，只是深深地埋下了头。约书亚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。格洛利亚咬紧嘴唇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哭腔。你竟然一直处在那样危险的境地之中！格洛利亚猛地抬起头，眼中噙着泪水，大声喊道：“可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让我知道这些事？”约书亚彻底愣在原地，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。难道说你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信吗？昏暗潮湿的地下室尽头，一扇沉重的木门紧紧关闭，房间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昆虫标本。卡尔文坐在书桌前，死死攥住手中的信纸。骗子！他猛地将信纸揉成一团，狠狠地甩向地面。卡尔文真是太遗憾了，你不过是个可怜的替身而已。不，和约书亚相比，你根本一文不值。他没有任何地方是你能超越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曾和约书亚共度良夜，你应该能猜到我们当时在做什么吧？卡尔文猛地睁大双眼，金棕色的瞳孔中布满血丝，无数个格洛利亚的幻影像诅咒一样将卡尔文重重包围，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嘲笑声。卡尔文痛苦地蜷缩在椅子上，双手死死按住剧痛的头部，冷汗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。要！他颤抖着伸出手，在凌乱的书桌上疯狂摸索。卡尔文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他猛地掀开盒盖，将里面的白色粉末倒进手心。他仰起头，将那些粉末尽数吞下。昏暗的吊灯在天花板上投下了一圈模糊而压抑的光晕。他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，双手颓然地垂落在膝头。格洛利亚提着繁复的裙摆，快步踏上洒满阳光的石阶。信件，我一封都没有收到过。约书亚眼中满是惊愕与动摇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任何回信，我以为这辈子都无法得到你的原谅了。格洛利亚深吸一口气，用力推开了沉重的大门。我一定要查明真相。安妮露出惊恐的神色。什么？皇太子殿下的信件已经送到了吗？这不可能！他紧紧攥住双手，焦急地辩解道：“每当有信件送达，我都会亲自接收并准时送达，绝不会有任何差错。”格洛利亚伸手扶住他的肩膀，温柔地安慰道：“没必要感到害怕，安妮，我相信你。”他陷入了沉思，眉头微微蹙起。我只是在好奇，那些信件究竟是怎么消失的？安妮猛地抬起头，神色紧张地问道：“难道是发生了那种事吗？”在战争持续的那段日子里，信件在运输途中丢失是常有的事。北方边境路途遥远，如果信件在半路遗失，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格洛利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确实如此。我记得在某次茶会上也听人提起过类似的消息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两人之间的所有信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件事依然透着诡异。真的会有这种巧合吗？格洛利亚轻叹一口气，但至少在这一刻，困扰我多年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。约书亚已经回到了京城，卡尔文从背后紧紧拥住他。原来我深爱的人一直就在这里。你刚才和安妮聊得很开心吗？你们到底在聊些什么？快告诉我吗？安妮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。公爵大人今天简直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格洛利亚感受着紧侧的呼吸，神色却微微一凝。这种味道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卡尔文的身上偶尔会带着这种淡淡的香气。每当那个时候，他总是显得兴致勃勃，拉着我滔滔不绝地分享，笑得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。他根本无法预料，一场可怕的风暴即将降临在他的头上。路人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，听说在最近的舞会上，有个女人的裙子和格洛利亚一模一样。报纸上赫然印着巨大的标题：公爵夫妇的婚姻危机，完美的丈夫竟然与秘书有染。看来这篇报道并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。另一人发出一声冷笑，原来所谓的完美丈夫形象全都是演出来的戏码。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？半年前我就亲眼看见公爵和他的秘书单独待在一起。在回廊的阴影处，一个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：奥利弗，计划进展得怎么样了？奥利弗微微欠身，如您所见，从今天一早开始，贵族们就在议论这个话题了。我们也在平民居住的地区散布了那些流言。现在的公爵大人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。奥利弗额角渗出一丝冷汗，不过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。他们声称是因为格洛利亚缺乏魅力，才会遭到丈夫的厌恶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最令人担心的局面
还是发生了，必须立刻采取行动，绝不能让这种言论继续扩散。奥利弗微微低头。这个周末，查尔斯伯爵家将举办一场赏花会，公爵夫妇的名字也出现在了受邀名单上。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取消了出席计划。约书亚拖着下巴，陷入了长久的沉思。画面一转，查尔斯伯爵家的府邸，一位贵族夫人看着满园春色，每次来到伯爵家的花园，都觉得灵魂仿佛被洗涤了一样。是啊，每当到了赏花的季节，我最期待的就是伯爵家的聚会了。那边的花开得也十分娇艳。随着一阵细微的骚动，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入口处，人群中传出阵阵惊呼：天哪，是帕维斯公爵夫妇，他们竟然就这样并肩出现了。或许是为了打破那些传闻吧。卡尔文微微侧过头安慰道：不必担心，我会想办法处理好这一切的。格洛利亚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卡尔文轻轻摇晃着手中的红酒。只要有新的丑闻出现，关于我们的传闻很快就会被彻底遗忘。一定会的，那些被刻意埋葬的记忆如潮水般再次将它淹没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帕维斯公爵，听明白了吗？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，所有人都在盯着你。公爵大人。卡尔文浑身一颤，从窒息般的压抑中惊醒。查尔斯伯爵夫人微笑着走近，公爵夫妇能大驾光临，真是令我倍感荣幸。格洛利亚优雅地撑着遮阳伞，微微欠身回应道：感谢您的邀请，查尔斯伯爵夫人。贵府的花园一如既往是帝都最迷人的风景。卡尔文迅速收起先前的慌乱，脸上重新挂起无懈可击的笑容。我们当然会准时赴约，您总不会相信那些荒唐的传闻吧？大概是哪个无良记者为了增加报纸销量，才故意编造出这种丑闻。格洛利亚静静地站在他身边，单手托腮，神情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淡。查尔斯伯爵尴尬地笑了笑，举起酒杯附和道：没错，一定就是这样。躲在伯爵夫人身后的小女孩突然探出头来：我认识那个人，他就是那个出轨的坏人，对吧？卡尔文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瞳孔因极度的羞辱而剧烈震颤。查尔斯伯爵夫人脸色惨白，惊叫着捂住孩子的嘴。原本喧闹的会场瞬间陷入死寂，无数道鄙夷的目光如利刃般射向场中心的男人。格洛利亚撑着遮阳伞，在远处静静地注视着这场闹剧。女仆端着精致的茶杯，穿梭在宾客之间，轻声说道：伯爵夫人准备了自制的草药茶，请往这边走。为了纪念插花活动，现场还会发放紫罗兰种子。公爵夫人，你也要一起参加吗？卡尔文急切地想要离开。我们走吧。卡尔文一定在想，只要我像往常一样微笑，表现出和他相处融洽的样子，那些流言蜚语就会不留痕迹的消失。他以为这种拙劣的表演还能继续维持那摇摇欲坠的体面。格洛利亚握紧了伞柄，我想一个人在花园里走走，你也去尽情享受聚会吧。卡尔文愣在原地，看着他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。但今天我绝对不会再配合他演戏了，一切都在按照我和约书亚预想的计划进行。他微微侧过头，用余光冷冷地扫视着身后。周围的贵族妇女们聚在一起，压低声音，兴奋地议论道：看来报纸上写的都是真的，公爵夫人难道不打算离婚吗？那种事恐怕谁也没法永远忍受下去吧。格洛利亚微微低头，用指尖轻视眼角，神情显得凄楚而动人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相信，我才是这段婚姻中唯一的受害者。周围的贵族妇女们见状，纷纷围拢过来，满脸同情地安慰道：这对你来说一定很痛苦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，如果有什么烦恼，我们随时愿意倾听。格洛利亚顺势垂下眼帘，真是太感谢各位了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是皇太子殿下。名媛们兴奋地私语着，不知道殿下是否也会参加接下来的插花活动。周围的名媛们纷纷红了脸，能在这里见到皇太子殿下，真是太幸运了。约书亚，难怪直到抵达这里之前都没有发现他的行踪。花园中央，约书亚正站在繁花之中，他神情冷峻，指尖轻抚过洁白的花簇，举手投足间透着皇室特有的威严。约书亚神情专注，修剪着手中的花枝。格洛利亚静静看着他，从未见过他如此认真的模样。围观的女性赞叹道：没想到殿下竟然精通花艺，真是不论文武都出类拔萃。约书亚正要开口，指尖却猛地被花刺扎中。呵呵，这也能算文武双全吗？时间到，请各位停止动作。主持人高声宣布：恭喜皇太子殿下的作品获得第5名。约书亚捧着花束说：我很开心。周围的贵族纷纷赞叹，真是审美非凡的杰作。明明一共只有6个人参加。主持人提醒道：请各位带走自己的作品，不如把它送给附近的某位女士吧。约书亚迈开脚步走向了人群。约书亚捧着花束停在格洛利亚面前，他惊讶地问道：这是给我的吗？约书亚温柔地注视着他：我想把它送给你，你喜欢吗？格洛利亚有些不知所措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事先根本没听说过会有这一出。旁观的贵族女性轻声说道：虽然有些多嘴，但满天星的花语是纯洁的爱与真诚的愿望。约书亚微微一笑：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也正有此意。那位女性羞红了脸：抱歉，是我失礼了。周围响起了一阵兴奋的低语声。格洛利亚抱着花束，脸颊微微泛红。刚才那番话，难道是他故意算计好的吗？真是个自私的家伙！难道从一开始他就打算火上浇油？这种事确实像是他能干出来的。卡尔文走上前，自然地接过花束，看起来很重，还是让我来拿吧。真是太好了，这束花就是我们友谊的证明吗？约书亚沉默地注视着他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冷意。格洛利亚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：不。他紧紧抱住花束，这是送给我的礼物。卡尔文伸出的手僵在半空，露出困惑的神情。
他转头看向约书亚，礼貌地微笑着致谢：“谢谢您殿下，这束花非常漂亮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”约书亚露出了得意的神色。格洛丽亚看着他那副样子，在心中暗暗咬牙，回头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卡尔文垂下眼帘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既然你喜欢的话，那就好。他体贴地靠近格洛丽亚：“你一定累了吧？我们要不要早点回去？”格洛丽亚毫不犹豫地拒绝：“不，你不是还有正事要和伯爵商量吗？”卡尔文脸上流下一滴冷汗，那件事也不一定非要今天谈。约书亚此时走上前来：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坐我的马车送你回去。”卡尔文沉默地盯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敌意。格洛丽亚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：“那就麻烦殿下了，我接受您的好意。”他抱着花束，轻快地走向宴会中心。在离开之前，我去向伯爵和伯爵夫人打个招呼。约书亚语气温柔地回答：“好，我会在这里等你。”留下卡尔文独自站在原地。路边的小女孩指着前方，好奇地问身边的母亲：“妈妈，那个男人是那位夫人的新丈夫吗？”母亲吓得赶紧捂住她的嘴：“这孩子在胡说什么？”约书亚。奥利弗坐在马车前方，稳稳地驾驶着马车离开。格洛丽亚坐在车厢内，有些气恼，地质问道：“您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张扬？”约书亚微微侧过头，语气平淡地反问：“你很讨厌吗？可你这一路上明明都抱得那么小心。”格洛丽亚脸颊微红，立刻出声反驳：“才没有那回事。”约书亚收起笑意，神情变得认真起来：“我只是想打破那些荒唐的传闻，那些说你因为没有魅力才被丈夫背叛的流言，我一定要亲手粉碎他们。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一位多么优秀的女性，你值得拥有比卡尔文更好的男人。”他说完这些话，突然感到脸颊一阵发烫。我的脸是不是变红了？格洛丽亚有些困惑地看着他，刚才那些话有什么值得让他感到不好意思的吗？约书亚轻咳一声，掩饰尴尬，神情恢复了冷静。况且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格洛丽亚不解地重复道：“计划？”约书亚点点头，解释道：“我想利用舆论的力量向他施压。如果此时有男人出现并追求你，卡尔文一定会如坐针毡，这样他除了同意离婚就别无选择了。”格洛丽亚听完他的解释，眉头微微皱起，质问道：“既然是计划，为什么不事先和我这个当事人商量呢？”约书亚摊开双手，有些无奈地解释道：“我以为你能理解现在的状况，并配合我演好这出戏。”格洛丽亚垂下眼眸，看着怀中娇艳的花束，原来送我这束花也只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吗？约书亚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还会插花。约书亚神色平静地回答：“我特意请教了专家。”他抬起自己的手掌，指着上面的细小伤痕：“这可不容易，为了学这个，我的手这几天到处都是划痕。”格洛丽亚看着他的手：“你刚才手指也受伤了吧？”约书亚微微一愣，随即露出一副失望的表情：“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是在担心我呢。”格洛丽亚眨了眨眼，语气平淡地回应道：“我只是刚好记起你受伤了而已。”格洛丽亚低下头，轻轻抚摸着怀中的花束。约书亚看着她的侧脸，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。夜幕降临，沙伦坐在梳妆台前，一边梳理着长发，一边说道：“看来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才会主动来见我。”他看着桌上空了一大半的药盒，卡尔文，这种药消耗得太快了，虽然这只是用来调节精神的香氛，但你还是得注意剂量，必须谨慎使用才行。卡尔文赤裸着上身，拿着毛巾擦拭头发，他低声应了一句，神情显得有些阴郁。沙伦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他走近的身影，说道：“我听说皇太子对格洛丽亚很感兴趣，现在整个首都都在议论这件事。”卡尔文停下擦拭头发的动作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寒意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沙伦微微一笑，语气中带着试探：“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最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吧？难道不觉得累吗？如果你现在就和他断绝关系，就再也不用被那些奇怪的传闻困扰了。虽然你看起来还抱有希望，但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我绝对不会和他离婚。”沙伦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：“要我告诉你多少次？你不过是个情妇，永远别想取代格洛丽亚，你根本无法理解她对我意味着什么。”沙伦伸出手，指尖划过他赤裸的胸膛：“我确实不理解，但我看清了一件事，你从心底里渴望着他。”沙伦脸上浮现出一抹嘲弄，却连一根手指都无法碰触。卡尔文猛地攥紧拳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被刺痛的愤怒。沙伦猛地稳住他，卡尔文突然抽身离去，将他推倒在床榻边缘。沙伦急促地喘息着，脸颊泛起不自然的潮红。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一件华丽的紫色礼服已经重重地甩在了他的膝头。他颤抖着指尖抚摸过布料，难以置信地说道：“这是格洛丽亚的裙子，穿上它。”沙伦惊恐地瞪大双眼，死死攥紧手中的衣物。华丽的马车停在庄园门前，格洛丽亚在安妮的搀扶下踩着踏板走下车厢。奥利弗快步走上前喊道：“公爵夫人！”格洛丽亚疑惑地转过头，她微微躬身致歉：“很抱歉，突然打扰您。”格洛丽亚侧过脸对安妮吩咐道：“安妮，你先回屋里去吧。”安妮恭敬地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格洛丽亚看向眼前的男人问道：“奥利弗有什么事吗？”他低头解释道：“是的，殿下今天去打猎了，无法赶回，所以命我为您送来一份礼物。”格洛丽亚微微皱起眉头：“礼物？公爵府里有马厩对吧？”格洛丽亚有些诧异地答道：“当然有，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”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转头对远处招了招手：“喂，把他牵过来。”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被牵到近前，在阳光下闪烁着柔和的光泽。格洛丽亚惊喜地瞪大双眼：“哇，这是你的马吗？它的毛色真漂亮。”他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，轻轻抚摸着马的鼻尖，这一定是血统纯正的赛马，难道是汉诺威温血马？
奥利弗爽朗地笑了起来，不愧是公爵夫人，果然瞒不过您的眼睛，看来根本不需要我多做解释。他对马术果然很感兴趣，正如殿下所料，他真的很了解夫人。格洛丽亚感受着马儿的亲昵，他看起来非常友好呢。奥利弗注视着他的侧脸，说道：“这是殿下特意为您挑选的马。”格洛丽亚惊讶地指着自己问道：“给我的？”奥利弗微微点头：“殿下让我把马送来时，顺便问您一件事，下周一您有时间吗？”格洛丽亚牵着白马愣在原地，转眼到了下周一，餐桌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束盛开的浅色鲜花。卡尔文盯着那束花，眼神中透出一丝不悦。为什么这束花还在这里？安妮有些局促地停下动作，这是格洛丽亚夫人的命令，她说要把这些花瓣晾干，以后用来制作手工皂。卡尔文手中的叉子重重划过餐盘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他面无表情地问道：“格洛丽亚人呢？今天还没见到她。”安妮低头答道：“夫人出门去骑马了。”卡尔文猛地按住餐桌，难以置信地吼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他根本不能去骑马！”阳光洒在宽阔的草场上，马蹄踏过青草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约书亚拉紧缰绳，转头看向身侧的格洛丽亚。这个马场勾起了很多回忆，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里观看马术锦标赛，对吧？格洛丽亚骑着那匹白马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但是这里和以前完全不同了，看起来比过去大了1倍多。约书亚注视着前方，解释道：“听说这里去年重新装修过，规模确实扩大了不少。你最近没有来过这里吗？”格洛丽亚有些局促地低下头：“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骑过马了。”约书亚停下脚步，眼神中充满了困惑。“为什么？你以前不是最喜欢骑马了吗？”“几年前我不小心坠马了，当时还摔断了脚踝。”约书亚微微皱起眉头。“难道说？”格洛丽亚继续说道，“那时候我半个月都下不了床，从那以后卡尔文就变得非常担心我。”约书亚露出一副看透真相的表情，这种事连笨蛋都能看出来，那家伙绝对是故意的。格洛丽亚抚摸着马的脸颊，后来我就被禁止骑马了，明明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，我的骑术没有任何问题，都怪那天穿的裙子太碍事了，才不是因为我技术不好。约书亚若有所思地拖着下巴，这么说来，你下马的时候，裙子的形状确实和刚才不太一样。格洛丽亚轻轻提起裙摆展示着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得意。没错，吸取了那次的教训，我今天穿的是改良后的骑马装。约书亚看着他充满活力的样子，忍不住轻笑出声，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学骑马时，你竟然穿了一件层层叠叠的蕾丝裙。约书亚察觉到了他的异样，立刻收起笑容，紧张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格洛丽亚？难道是因为我刚才的话，让你想起那次坠马的痛苦回忆了吗？”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提起那些不愉快的事。”格洛丽亚微微垂下眼帘，轻声回答道：“没关系，已经不碍事了。对我来说，那段时光是非常珍贵的回忆，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，无忧无虑，没有任何恐惧。”格洛丽亚坐在马背上，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。她回过头喊道：“父亲真的太好玩了，我想再骑一圈。”但在那个注定的日子，命运夺走了一切。贝特兰侯爵稳稳地护住女儿格洛丽亚：“如果你那样拍打，马儿会惊吓到他的，这样很危险，绝对不可以，记住了吗？”约书亚在不远处大声喊道：“贝特兰侯爵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了，你答应过，等格洛丽亚骑完就轮到我，一定要遵守约定。”约书亚张开双臂跑了过来，他迫不及待地喊道：“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快让我上去骑马！”格洛丽亚死死拽住缰绳，他大声反驳道：“不要，父亲，别理约书亚，我的课还没结束呢。”约书亚气得满脸通红：“侯爵大人，这太不公平了，他真的很没礼貌。”贝特兰侯爵露出无奈的微笑：“殿下，请先冷静下来，我会按顺序教您的。”约书亚冲到马边喊道：“快下来，格洛丽亚，现在就轮到我了。”他毫不示弱地瞪着对方：“没门，你就在那儿乖乖等着吧。”“你说什么？如果你想打架，我奉陪到底。”贝特兰侯爵夫人温柔地走近：“你们两个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你们答应过要一辈子做好朋友，永远和睦相处，记得吗？”他牵起2个孩子的手，作为惩罚，今天剩下的时间里，你们都不许松开对方的手。格洛丽亚和约书亚僵在原地，他们不得不紧紧牵着手，脸上写满了不情愿。“你们绝对不许松开对方。”时间1分1秒过去，无论是坐在餐桌前吃饭，还是在地毯上摆弄积木，他们始终紧紧牵着手。格洛丽亚终于忍不住抱怨道：“约书亚，我的手已经酸得不行了，我要松手了。”他试着抽回自己的手，却被对方猛地抓得更紧。约书亚一脸严肃地喊道：“不行，我们答应过贝特兰夫人，作为一名绅士，我必须信守诺言，所以我绝对不会松手的，我不允许你这么任性。”格洛丽亚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，她只能小声嘟囔道：“好吧，听你的就是了。”真是奇怪，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严肃？2个孩子在花丛中并肩入睡，即便在梦里，他依然没有松开他的手。贝特兰侯爵温柔地搂着妻子，他们并肩走向洒满阳光的长廊。约书亚跪在冰冷的墓碑前，献上一束淡蓝色的花束。战争终于结束了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所做出的牺牲。格洛丽亚静静地站在他身后，一言不发，任由微风吹乱粉色的长发。约书亚猛地伸出手，将格洛丽亚按向自己的胸膛。格洛丽亚惊讶地抬起头，约书亚有些生硬地别过头，轻声咳嗽了一声：“靠在我的肩膀上吧。”悲伤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，泪水无声地滑落。约书亚低头看着怀里的女孩，眼神中充满了怜惜。他紧紧搂住她的肩膀，一片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落，恰好贴在了她的鼻尖上。约书亚尴尬地捂住脸。格洛丽亚看着这滑稽的一幕，忍不住破涕为笑。她没好气地吐槽道：“你真是没救了，我敢肯定这又是你父母的主意。”
别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为什么你总是这样？约书亚轻轻拍了拍格洛丽亚的肩膀，他们肯定不想看到你流泪的样子。格洛丽亚笑着说，也许他只是在逗你。3天后，领地内的仆人们聚在一起，小声议论。听说公爵夫人最近每天都在骑马，不愧是贝特兰侯爵的女儿，她骑马的英姿简直和已故的侯爵大人一模一样。格洛丽亚翻身跃上白马，在广阔的草场上肆意驰骋。天空中忽然传来了沉闷的雷声，乌云迅速遮蔽了阳光。他勒住缰绳，疑惑地抬起头。天气变化得真快，看起来马上就要下雨了。约书亚骑马赶到他身边，他指着不远处的建筑说道：“去那边的凉亭休息一下吧。”凉亭内摆满了精致的茶点，侍从恭敬地退到一旁，请慢用。格洛丽亚礼貌地回应道：“谢谢。”听弗里达说，南方的贵族女士们已经开始像男人那样跨马骑行了，不过在首都，那样骑马的女性依然寥寥无几。约书亚看着他，眼神中透着赞许，那样很好，比传统的侧骑要安全得多，也许你也该尝试一下。格洛丽亚塞了一大口甜点，我还没决定好，不过这些点心真的很好吃。约书亚单手托腮，注视着他吃东西的样子。其实我有件事想问你，皇家马术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，我在想你会不会参加？格洛丽亚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比赛？约书亚微微皱眉，试探着问道：“没兴趣吗？我以为这对你来说意义非凡。”格洛丽亚垂下眼帘：“我从没说过自己没兴趣，毕竟你的父亲才是这项比赛的创始人，他曾在那片赛场上无数次摘得桂冠，每个人都对他充满了仰慕。所以你觉得作为他的女儿，我理所应当追随他的脚步吗？”约书亚愣在原地。格洛丽亚转过头，望向窗外空旷的马术赛场。对我来说，父亲也是值得一生仰望的人，但现在不需要任何人提醒，我也能感觉到自己已经离开赛场太久了。他看着远处高耸的障碍栏，眼神中透出一丝落寞。那个高度，我真的还能跨越吗？马蹄猛地蹬得腾空而起，格洛丽亚屏住呼吸，紧盯前方。黑马在雨中划过一道弧线，轻盈地跨越了高耸的障碍栅栏。格洛丽亚猛然回神，手中的蛋糕插不自觉地滑落，随着马蹄稳稳落地，溅起了一片细碎的水花。我做到了！他猛地推开椅子，站起身来。天哪，约书亚！格洛丽亚在场边驻足观望，心中暗自惊叹：好厉害！难道是职业骑手吗？艾琳勒住缰绳，看清前方的人影后，挥手示意。哦，约书亚！格洛丽亚有些困惑地看着前方。约书亚认出了来人，艾琳。艾琳骑着马来到两人面前。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，听说你最近经常出没在训练场，这也是你回到王都后我们第一次见面。约书亚伸手护住身后的格洛丽亚，皱起眉头说道：喂，要聊天就先从马上下来，你吓到格洛丽亚了。艾琳无奈地笑了笑，没必要这么大声，我正打算下来呢。格洛丽亚看着眼前的两人，他们看起来关系很好，是朋友吗？艾琳翻身下马，动作利落地站稳。约书亚向他引荐道：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格洛丽亚，我之前应该向你提起过。艾琳大方地伸出手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格洛丽亚，我是艾琳，梅耶森，叫我艾琳就好。格洛丽亚礼貌地回应，很高兴见到你，艾琳。约书亚侧过身继续介绍，艾琳是查尔斯伯爵的侄女，也是一位侯爵千金。艾琳笑着打断了他，如果你要介绍我，就从我的职业开始吧，那更能代表我是谁。约书亚有些无奈地改口，好吧，他是一名战地记者，在首都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曾引起过不小的轰动。格洛丽亚惊讶地睁大眼睛，艾琳凑近格洛丽亚，语气轻快地调侃道：我也听说过你，格洛丽亚，你现在可是城里的红人，整个王都在议论你和约书亚的事。他竟然直接叫他约书亚，而不是称呼皇储殿下。格洛丽亚垂下眼帘，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涟漪。说实话，我为什么要在意这个？我们明明疏远了这么多年，约书亚有女性朋友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可为什么还是会觉得胸口发闷？那种感觉就像是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我最心爱的蛋糕就被别人盯上了，被某个陌生人咬了一口。约书亚察觉到了他的异样。格洛丽亚，你看起来有些没精打采。他伸出手，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发顶。怎么了？格洛丽亚猛地回过神，有些慌乱地掩饰道：啊，没什么，我们刚才聊到哪儿了？艾琳提醒道：在聊你是否要参加即将举行的马术比赛，你会参加吗？格洛丽亚。格洛丽亚有些迟疑地避开视线，我还没决定好。艾琳转头看向身旁的男人，语气笃定地问道：约书亚，你会参加的对吧？听说你要参赛，我才决定也要加入的。格洛丽亚注视着艾琳，那双眼睛里的情感丝毫不加掩饰。她喜欢约书亚，女人的直觉在这种事上从不会出错。格洛丽亚下意识攥紧衣襟，心中泛起一阵苦涩。约书亚看着艾琳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挑衅：哦，这么说你已经做好输掉比赛的准备了吗？艾琳转过身，发丝随动作轻快地扬起。哎呀，比赛不到最后一刻，谁也无法预料结局。格洛丽亚抬头望向天空，细密的雨丝落了下来，下雨了。艾琳牵起马绳，对着两人挥了挥手：我还有外语课要上，就先告辞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很期待在赛场上和你一决高下。约书亚微微一笑，并没有反驳。艾琳转而看向格洛丽亚，格洛丽亚，很高兴能见到你，希望我们也能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，加油吧！格洛丽亚愣在原地，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啊好。她那种说话的语气，简直就像已经赢了我一样。艾琳策马远去，消失在细雨中。再见，我们赛场上见。约书亚看着那道背影，无奈地抓了抓头发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充满了自信，完全不顾及别人的安排。格洛丽亚脸色阴沉下来，充满自信又有什么错？如果一个女性拥有坚定的信念、出众的才华和真实的魅力，那么这个社会理应张开双臂欢迎她。
即便只有那么一瞬间，连我也忍不住被艾琳身上的光芒所吸引。约书亚愣了一下，随即爽朗地笑出声来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能说出这种大道理，确实让我刮目相看。格洛丽亚拍开他的手，有些不服气地扬起下巴，我一直都是这样，还是说你以前太小看我了？于是渐渐变大，马厩里透着泥土的气息。格洛丽亚挽起袖子，细心地为白马刷洗身体，今天辛苦你了，等会儿好好休息吧。一旁的奥利弗见状，急忙跑过来劝阻道：“小姐，这种粗活还是交给我来做吧。”格洛丽亚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弄吧。奥利弗有些局促地低下头，是小姐。格洛丽亚一边刷着马，一边装作不经意地问道：“今天在赛场见到的那个艾琳，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对她了解吗？”奥利弗露出思索的神情：“您是说艾琳小姐吗？我虽然不太清楚细节，但她和殿下的关系似乎非常亲近。非常亲近吗？”奥利弗意识到失言，急忙摆手解释道：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艾琳小姐随军多年，曾和殿下一起在战场上历经生死，怎么感觉越解释，听起来反而越糟糕了？她为了报道战争，不惜违抗家族的命令，只身前往北境前线，亲眼见证了许多扭转战局的关键时刻。”格洛丽亚听着这些往事，原来这就是她擅长骑术的原因。有一次，艾琳小姐遭到了魔兽袭击，受了非常严重的伤，回忆的画面支离破碎。约书亚紧紧抱着满身鲜血的她，艾琳清醒一点，千万不要死在这里。为了躲避魔兽的追击，他带着重伤的艾琳躲进了一个偏僻的山洞内，一整晚他都没有合眼，一直不停地和半昏迷的他说话，鼓励他坚持下去。多亏了殿下的守护，他才终于撑到了救援队的到来，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奥利弗一边整理着马具，一边无奈地笑了笑。从那以后，骑士团的人经常拿这件事开他们两个的玩笑，虽然当事人总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格洛丽亚听着这些话，心中泛起阵阵苦涩。共同经历过生死考验，这种羁绊确实非同寻常。脑海中再次浮现出艾琳娜充满自信的笑容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约书亚，我很期待在赛场上和你一决高下。格洛丽亚死死攥紧手中的刷子，自从听到了这些往事，胸口就像被什么东西死死的揪住了一样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当他们俩交谈时，他们身上有种气场，仿佛没有人能插手。第二天清晨，阳光洒在马厩的木栏上，约书亚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有些惊讶地转过头：“你也要参加比赛吗？”他用毛巾擦了擦汗，语气中透着一丝迟疑：“我当然非常欢迎，只是这也太突然了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格洛丽亚下意识地避开视线，那个其实是因为